三弟，请。上啊！你放心的去吧。如今城外竹林匪患横行，朝廷已命人剿匪，也算是为你报了仇。待大哥寻回你的尸骨，定将你好生安葬。主人，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，还是没有三少主的消息。你当真要？你与三少主尚未成婚，大可不必做到如此之地步。你们那位准三少夫人呢？怎么不见她来夫君的灵前敬香？大哥，我的夫君未亡，又何来敬香一说？大胆，竟敢穿红衣大闹我三弟灵堂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烦请各位做个证，自今日起，我顾雨落便嫁与顾朝夕为妻，生死不离。若是一日寻不回我的夫君，我便不认其人已死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上哭！
主上，好身手，只是一个活口也没有留，恐怕日后不好调查呀。活口，这不还留着一？主人为何要趟这趟浑水？是因为三少主，还是你真的想做玄机阁的阁主？朝夕生死未卜，有人就已经藏不住心思了。这灵堂到底是为了祭奠，还是为了昭告他已亡故？顾家早已变天了。可是三少主不在，主人如何镇得住顾家众人？继续去找，若找不到，那就找一个容貌相似的。易容这件事情，不正是我们玄机阁最擅长的？主人为何要将那人放跑？难道不担心他向上通风报信吗？无妨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是。多谢带路。果然如你所料，这人已经无用了，还要留吗？无用之人，杀！姐姐，你想我了？是啊，好久没来了，来。哎，我家的三少主夫人可真是，有几个人像她这样？现在不太平了，听说太子薨了以后，皇上已经几日没有上朝了。现在就连这个顾家三少主也……哎，那个煞星，这个煞星又来了。是啊。主人，这几日大哥倒是安静了不少。三少主有消息了吗？你之前找来的与他相似之人都不怎么样，有新的眉目了吗？还没有。是没找到，还是没找？主人怎么忽然要来醉仙楼？还不是因为有人领着赏银，连相似之人都找不到。主上怀疑遇刺一事与顾家有关，
这顾家三少主会不会就是主谋啊？或是行事后遭人灭口？哎，他的这位夫人也是，满城的人都说他是痴心人，他倒好，在这里逛花楼。这位三少主据说是整日流连病榻，并无几个人见过他。好在他的这位夫人不信他已死，托人暗中寻访，这才让我寻到一张画像。不过，他竟是要寻人相替。既如此，我倒是想会一会这位三少主夫人。主上是想……此等良机，定然是要好生探查一下这顾家意欲何为。主上，属下查到，这位三少主夫人是出自于顾府之中的玄机阁。这玄机阁以查探情报、执行任务为使命，阁内之人更是深不可测。世间真有如此相似之人，还是……这顾家擅长易容，不仅易容替换了您的车夫伺机下杀手，还弄出了一张与主上一模一样的脸藏在院中。此等做局，也不知道是何居心啊！是何居心？查便是。是。你觉得刚才那位武师如何？给我打！主人，人各有命，你我不也是男有本心，命若浮萍，又哪来的资格管别人的悲喜？朝夕，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多谢姑娘，在下进京探亲，遭遇土匪，丢失了所有盘缠，所以这才……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谋一份差事。公子的吃穿用度，我皆会负责。为公子还债，安顿亲人。待到此事完成以后，也必以千金相赠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。跑多久了？按照主人吩咐，也有2个时辰。此人多有可疑之处，还望主人三思。我当然知道，在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相似之人？又刚好在这个时候被我捡到。但是，都是刀尖过活之人，又何必畏惧被刀刃所伤？
玄清刚刚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需要你扮作我的夫君顾朝夕，待我将他寻回，或者确认他的死讯，你便可以离开。只是听闻顾家有4位少主，我如何能瞒得过他？我都没有羞怯，你怎么就害羞了？我们可是要扮演夫妻的，更何况这是我的房间。朝夕体弱，自小缠绵病榻，兄弟又都在外走商，兄弟姐妹的感情并不亲厚。也正因此，他身上常有药香。从今日以后，你每日都要泡2个时辰药浴。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祝你10分相似。药浴泡久了会伤身体，夫君不如早些更衣。姑娘，要不回避一下？还叫我姑娘？夫君不是应该唤我一声夫人？阁主，这段时间，我在沈将军身边易容探查，发现他胃痛地旁拐。此人为人清廉，刚正不阿。他已于宿州拿下陷害之人，逐日回朝。你做得很好。既然证实了沈将军与那件事情无关，也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。我原本许诺，你与朝夕大婚后，就将玄机阁交给你。现在他上天自会庇佑，三少主安康。前几日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我已让朝生去领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雨落会等待三少主平安归来。去复命吧。是。
19年前，故将于探宝中发狂，将左丞相秦宇恒灭门。天子任务未解，悬于案头。故将尚在襁褓中的秦宇恒之女秦香带回，养在玄机阁，化名于洛。 我本来以为这次回来就要恭贺你登上阁主之位了，让你失望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对阁主之位感兴趣。放心，我没有那么沉不住气，在等你的东风。主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主人的想法，玄清不敢妄自揣测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您向来随心无所求，为何此番会有如此执念？阁内的密卷，往往只有历代的阁主可翻阅。主人想当玄机阁的阁主，是否和您常看的那封匿名信有关？那封密信所言内容，与玄机阁的天子任务有所关联。要想知道当年之事是否属实，还需等待时机。属下愿为主人分忧。你已为我分忧良多了。你可识得这些是什么？我怎会识得这些女子的东西？非也，这些都是你以后需要用到的。你在醉仙楼欠的银两，我已尽数为你还补。城中的亲人，我也派人去寻到，以你的名义赠黄金100两，差人仔细保护。可还有其他心愿未了。他可不会像你这般看着我。他会如何？这位就是三少主。一画一笔，这一点一滴，慢慢汇成爱意。可为何你目光还单细？花又开时，人已有归期，人海总会相遇，心总未曾远离。姑娘不必拘谨，你我虽同府多年，却从未谋面。我是久闻姑娘的美名，你我之间的婚事
父亲既已定下，必有其缘由。可朝夕身体羸弱，久病难医。若是姑娘不愿，我自会向父亲退了这门婚事。一画一笔，这一点一滴，相遇深入土里，在荒芜处开出了美丽。对你无论去什么结局，这般情不自已，你是我的唯一。为你写一首情诗，写未完的故事，字里行间都是你的名字。匆匆任时光飞逝，情深变为得失，此时此刻将永恒编织。为你写一首主人，我们该走了。写未完的故事，满点繁星映出你的样子。匆匆任时光飞逝，情深变为得失，这个瞬间将永恒三少主，雨落燕家。一首情诗带我们重拾。待三少主身体康健，我们再一同下完此曲。如此，在下便等姑娘归来。不能让他知道我与顾朝夕只见过一面。我的夫君是世上最温柔谦和、待我最好之人，他万事都依我。无论我是要山间霜花，还是夏夜萤火，他都会为我寻回。若我朝起，他便为我熬粥；若我晚归，他便会掌灯等我。我与他琴瑟和鸣，闲时对弈，他知我未寒，常为我捂手取暖。他一见我，便是心下欢喜；他笑时，便如清风明月，不染尘埃。此后，你便是我的夫君，顾朝夕。世间真会有如此相似之人，还是这顾家擅长易容，不仅易容替换了鱼的车夫伺机下杀手，还弄出了一张与主上一模一样的脸藏在院中。此等做局，也不知道意欲何为啊！意欲何为？查便是。我会简单教你一些他的习惯和喜好，明日便可放出将你寻回的消息。你的声音虽是个问题，但是可以先以受伤为名，暂不见客，慢慢适应。至于你身上的剑伤，也可以当做这几日未能及时回府的理由。我看看你的剑伤，小伤已经敷过药了。你这般容易害羞，日后与我扮作夫妻又该如何自处？大少主，主人正在沐浴，你不能进去。怎么，玄机阁的死士还想对我动手？三弟与弟媳还真是情深，
倒是我这个做大哥的不识趣，棒打鸳鸯，罔顾兄弟情谊。大哥自有大哥的道理，只是我与朝夕早有100年之约，自是不愿意相信他会弃我而去的。哦，我倒是听说了件有趣的事情。我那位曾因武痴进入玄机阁求学的四弟，似乎也与你关系匪浅呢。大哥此话怎讲？我与四少主同出自玄机阁，却只是和他主仆之谊，何来匪浅一说？主仆？你还知道主仆之谊？可我怎么听说四弟向父亲寄书求娶了你？这些捕风捉影的话，想必大哥是不会轻信的。已死的老三和只知习武的老四，与其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，若你想要这玄机阁，或做这顾家的主人，不如来讨好我。谁？只是风罢了。大哥在紧张什么？害怕隔墙有耳？怕？我只怕弟媳对三弟没有你说的那般忠贞不二，闺阁藏人。恐怕让大哥失望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请大哥先回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说的话，弟媳莫忘了。倘若有天你想通，自可以来找我。出来吧。夫人。我倒是不知夫君是个藏匿的高手。刚刚着实危险，在下也要保护夫人的名节。现在可安全了？自然。如此便多谢夫人。你再不出来，我可要下去了。夫人怎么这般不小心？之前不是喜欢这般情绪吗？把我放下。夫君以后切莫再这般玩闹，就怕我不小心失了力，伤到夫君。
2个时辰，莫少一刻。若是顾朝夕藏有祸心，定然会留下痕迹。若他有意模仿，不知府里是否有搜集我习惯喜好的证据？又或是他曾经样貌的画像？可是时辰到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夫君早些休息吧。美人出浴，当真悦目。只是在药浴中穿着礼衣，多有不便。下次莫要再穿了。多谢夫人提醒。主人，已经安置妥当。有查到底细吗？京城内他要投奔的家眷和醉仙楼债务全部属实，属下已经按照主人的吩咐，去他的故居进一步调查。昨夜之人，当真不是他。三少主那边还没有消息。谁回来了？是二小姐回府了。她这次回来，除了为了庆贺三少主和主人的婚事，也是为了京城内新酒楼的开业。顾家这样庞大的产业，即便有暗中为朝廷效力的玄机阁，也该知树大招风。主人，想我玄机阁的消息网遍布明暗两界，自诩是最精密的情报组织，却连自家少主的消息都查不到。你说，是真的查不到，还是顾府内有人从中作梗？属下不知。继续派人去调查。是。
也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。把药收好。好。听话，一会儿就到咱们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您。您和三少主都是好人，三少主吉人自有天相。是啊，你们夫妻二人情投意合，三少主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是啊，一定会回来的。自从三少主接管了药铺以来，每个月都会免费为我们看诊，我们这个心里啊，都非常感谢三少主的恩情。是啊，不用放在心上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过日后如果有朝夕的消息，还望一定告知。一定，放心，一定，一定会的。走吧。还在为你三弟的事烦心。听说今日你父亲发了大火，还把茶杯砸到了你的头上。王爷说笑了。哎，不是说别叫我王爷，做王爷有什么好？不如每日好茶好酒，与友人同游对弈。哎，只是可惜了你这位弟媳，这般美人刚刚过门就要独守空房。希望她当真能如她所说般，与我三弟夫妻情深。哦，谢谢。主人，顾兄，发生何事？我那位吉人天相的三弟回来了。让开！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以我各为其主，应该知道，主人的命令即使无法完成，也依然要做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弟受伤回府，我这个做大哥的来看看都不行？家主吩咐，三少主脱离危险前，禁止任何人来探望。走。夫君觉得我们这位大哥如何？看来这位大少主与三少主关系并不亲厚。三少主生死未卜，便为他置办灵堂，昭告所有人自己的三弟已死。如今听闻三弟归来，便坐不住了。若你是杀人凶手，听闻你杀的人未死，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？自然是会一会这个未亡之人，还有检查尸体。难道你怀疑大少主便是杀害三少主的真凶？我夫君未死，何来真凶一说？走吧。要成为顾朝夕，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这几日大哥倒是安静了不少，你调理的也不错。不过我忽然想起，朝夕身上有一道旧伤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，还需你多配合。姑娘，你之前可未曾说过，做你夫君还需这般。昨日不是还叫夫人吗？今天怎么就叫姑娘了？姑娘对我的恩情，必当竭力相报。
可是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这补伤就不必了吧？他的眉形与轮廓比你的柔和几分，眼尾有一颗泪痣。像吗？主人，前内有人求见。家主不是传了令，说这几天可以不见人吗？是，但求见的是4少主。温霜，还好赶上了。今日是花灯节，最近这漠北啊，很流行这琉璃灯。我知道你不嫌暗，就给你带了几盏，摆在这庭院里。事情调查的如何？有消息吗？我离开这么久，今天回来，你就只问我消息？自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逗你玩呢，别那么紧张。我听人说啊，这秦神医云游天下，现已不在漠北。他的行踪啊，亦是无人知晓。不过这根本难不倒我，我已经派人打听了，秦神医啊，现在就在京城。不过阿洛，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何要寻着秦神医？我找秦神医，自然是为了你三哥。三哥？三哥不是已经……我听人说，大哥已经为他安排好了护士。阿洛，你和三哥尚未成婚，这些事情还是早些放下吧。谁说朝夕死了？你刚回府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他已经回来了。什么？只是他被盗匪所伤，还需静养。不过，你刚才还说秦神医在京城。阿洛，你当真喜欢我三哥？你当真要和他成亲吗？你若是不愿意，我可以去为你寻。前几日，我已经当着顾家所有人的面礼成。如今，我已是你的三嫂。可是你们明明……你怎么？姓氏未见你。夜里风寒，你可别受了凉。三哥，朝夕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带他回去。四弟一路也很辛苦，早些休息吧。阿洛，今日华灯节，我们一起去看河灯可好？京城华灯节，万人空巷，阿洛一定会见到想见之人。
玄清，我要出府一趟。主人，是否要我跟您？我既不在府中，也不知我那位夫君是否需要人照顾。你且留下，无论他要去哪都不要阻止，只管暗中跟着，莫要被他察觉。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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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漂亮！是啊，真不错呀。好大。三哥的身体确实是大不如前了，希望钱神医当真能医好他的旧疾。三哥是何时找回的？2日前。好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唱的真好，哎呦，这身段好。今日花灯节的最后会有打铁花表演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秦神医当真在此处？我离开许久，今日回来，你都不为我接风洗尘。现在可以说了。这秦神医年轻时有一位旧相识，就是醉仙楼的老板娘。她平日里不会出现，只有花灯节这天，她才会压轴登场。每当这时，秦神医就会回到京城，遥遥地看一眼这位故人。这位秦神医倒是个痴情之人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在神庙求来的，能保平安顺遂，很灵的，你喜欢吗？这可是我特意从漠北带回来的，当初在玄机阁，我不小心斩断了你的手链。你输了，等等，你的手链送你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配个新的给你。我这人不欠别人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。弟媳越来越漂亮了。
是你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？仔细搜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我的好弟媳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怎么是你？夫人为何这般紧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夜里风凉，我见夫人迟迟未归。夫人之前说过，与夫君琴瑟和鸣，若是此番情景，定不会让夫人一人。于是，我便来送医了。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你不必如此。此时，可并非只有你我2人。阿洛，你没受伤吧？检查一下尸体，送去官府。是。走吧，我们去找2姐。你不是也想看那个打铁花表演吗？这次错过了，下次都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。哎，公子，您看看。阿洛，这个很衬你，你喜欢吗？哎呀，这位公子好眼力，这是阴阳2刃匕首，哎，可以暗动宝石，红色见血封喉，蓝色刀刃可收回，只要5两银子。这有什么稀罕的？哪有送女子匕首的？我很喜欢。哟，谢谢公子。2姐好兴致，刚还在被人追杀，现在就有闲情雅致在这里喝茶。今日多亏了弟媳，这杯我敬你。2姐刚刚为什么在那儿？我不是打算在京城开一家新酒楼，正巧看到这醉仙楼在出队，就把它盘了下来。本想着借着花灯节宣布易主的事情，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。出队？对，就在前2天吧。听说这老板娘要回乡嫁人。嫁人为何要把店铺出队？你好像很关心这位老板娘。只是觉得奇怪，问问罢了。说起来，你们大婚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了？山雨欲来，就定在1个月之后吧。朝夕的身体，我等不了这么久了。家主定会早日康复的。
还有一件事，三少主刚回府，身上伤还未愈。若近日有人来探访，你做主就好。是。1个月后吧。什么？这么快？算起来，原本定的时间距现在还有近2月。如果是1个月，也不知我霓裳庄的凤冠和嫁衣能否赶得出来。嫁衣不是早已准备好吗？虽然弟媳穿着嫁衣闯入灵堂的事不失为美谈，但是毕竟是入过灵堂的嫁衣，还是换一件为好。不必了。你这是不想收下我的心意？自然不是。三弟也刚好可以一起量身，重新定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二姐了。弟媳说的哪里话，能为美人制衣，自是人间乐事。只是我的三弟，你我已有5年未见，怎么见了二姐，连一句话都不说？莫不是不屑同我这个外人说话？朝夕，你伤还未好，都怪我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所以，那些刺客逃进了二姐的院子。是，但我却未听到院内有打斗之音。待属下再去细看时，刺客已无踪迹。你说，那些刺客当真是二姐安排的？他们想杀的是二姐，还是那位老板娘？属下不知道。那位的伤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伤？属下让他去泡药浴了。胡闹！时辰到了。玄清不知道你的伤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我来为你换药。难道
你与你那位夫君也是这般相处吗？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这是夫妻间的情趣，你不必理解。你只管做好你的表演。今天你表现得不错。情趣。在别人沐浴之时，就这般闯进来，也算是情趣。我敲门了。再说，如果我不闯进来，有些人的伤口就要溃烂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，更讨人喜欢。是吧，我的哑巴夫君？明日，我便教你怎么学他说话。盯着扶风阁的人可真不少，我们都已经抓到13个了，都带去审了。不过最近我可能要避避风头，院子里那个侍卫耳朵灵得很，我好几次想潜进来，都差点被他抓住。审得如何了？他们口风倒是紧得很，不过您放心，不出3日，他们定然能招。3日。杀！我操！主上，那这些人，我从来不留无用之人，就送他们一程。是。那个人为什么对扶风阁如此在意？但这样看来，他似乎和顾府不是一起的。扶风阁的案他无需再清理了，近几日你也不用在附近巡查。是。这几日倒是安静了不少，你也未见阁内有安探潜入。未曾，倒是有人逗留在扶风阁外，那人轻功了得，属下一时间还未查到他的踪迹。自从我那位夫君来了之后，我倒是清醒了不少。看来我得去看看他。夫人昨日便是这般敲门的吗？夫人今日怎么来得这般早？
昨日不是和夫君说过要教夫君怎么说话吗？模仿一个人，除了最基本的样貌之外，就是观察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个人的动作习惯、声音习惯、语言习惯。不过，你未曾见过朝夕，也只能从我的描述略知一二。换言之，与其他人接触的越少，才越安全。要这样。朝夕身体底子差，常人能触碰的热茶的温度，他无法触碰，所以接茶时要接托盘。这是第一课，喝完这杯茶，我教你怎么学他说话。原本想让你吹凉后缓慢浅酌，你倒是会举一反三。夫人，头3碗。夫人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夫君来的这几日，院中倒是安静了许多。我现在来教夫君怎么学朝夕说话吧。声音要轻，不要太沉。我现在来教夫君怎么学朝夕说话吧。声音要轻，不要太沉。起唇要慢。这第一句，夫君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夫人，不对，夫人，正是这般。
你记得勤加练习。阿洛，若我当初并未因一心习武而放弃争这顾家，你我是否就无需像如今这般？心反复留意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散场。多少眷恋难相忘，蓦然画卷一过往，一笔写思量，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现下竟要我看你另嫁他人，你二人相处不过数日，你当真心悦于他吗？昨天我始终睡得不踏实，那些刺客竟然追着我来到了顾府。好在护院及时发现，这才有惊无险。二姐受惊了，无妨。不过我思来想去，怕这是有人蓄意为之，觉得是我故意买通了那些刺客，演了这一出戏。二姐何出此言？我将那些刺客抓住后，本来想今日带来与你一同商量对策，却不想在出门前被大哥拦下。有句话，我不知当不当说。弟媳如何看待三弟遇刺一事？你当真相信三弟只是图于盗匪？二姐，如今此书只你和我，如果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三弟一向深居简出，那日为何忽然无故出城？我觉得不妥，便多处探访，这才发现大哥并非那几日刚回京，他在父亲为你二人指婚后就曾见过三弟。弟媳并不奇怪，看来是对此事早已知晓。也对，你将成为玄机阁阁主，这点小事自然瞒不过你。不过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，大哥曾经买通江湖中有名的杀手，刺杀三弟。二姐慎言。听说你去探访过杀手冷言，让你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可惜灭口之人不知，冷言有一情妇，当日未在家中逃过一劫。我念他是位可怜之人，便将他留在了霓裳庄。弟媳若是想见，这几日我便借量身之名将他带来。二姐既有怀疑，为何不禀明家主，或者报官？官府的人一早就定论了三弟伤于城外匪患，父亲
此刻又哪能操心这些事？昨日我遇袭后甚是心悸，若那人是位顾家家主的位置，3弟与我都不会是最后一个。顾家家主的位置，大哥想坐，难道二姐就不想吗？大哥帮忙打理商铺多年，在表面上虽然颇受认可，但外人不知，顾家人谁会不知道玄机阁才是顾家最核心的部分？最终谁会成为新任家主，不还是要得到弟媳的支持？我知弟媳因3弟之事怀疑我，但如果是我，我是断不会以这种拙劣的方法杀人的。总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杀人于无形，不是吗？比如用毒。弟媳何出此言？二姐素来深谙用毒之法，研制的毒药与解药都是千金难求。可是冷言便是中了一种奇毒，七窍流血，含笑而亡，倒像是二姐研制出来的笑九泉。看来那人是铁了心想将这脏水泼到我身上。主人，大少主闯入扶风阁，此刻正在3少主房间。大哥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？那日大雪之后，我的身体也不大舒服。今日特意请了李郎中过来，也顺便帮你瞧瞧，希望3弟身体早日康健，也好安了我这个做大哥的心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脚步轻盈，虎口生浅，此人与寻常郎中不同，倒像是习武之人。如何？与大少主所料不差，3少主救急心伤，还需仔细调养。下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朝廷已命人肃清城外匪患。3弟那日遇袭，不知对盗匪可还有印象？那日太混乱了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3弟自小随身的那枚玉佩，今日怎么不见你戴？估计是遭遇劫匪之时，遗失了。大少主，瑞王寻到了一幅名家字画，想与您共赏。听闻您在扶风阁，便直接过来了。您看，大哥好兴致啊！今日竟有空来我扶风阁。只是家主请来的郎中刚为朝夕看过病情，大哥携其他郎中前来，若传到家主的耳中，恐怕会惹闲言碎语，说大哥不信任家主找来的郎中呢。既然我的这份好意弟媳不愿领情，那便是我不是。怎么能让瑞王在外面候着呢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夫君，大哥，朝夕身体尚未康健，恕我们无法奉陪大哥雅兴，就不送。
夫君的演技真是越发炉火纯青，真让人佩服。只是伤寒未愈罢了。确实是他。好好休息。主人，现在的顾家三少主确认常年病体，其他并没有任何异样。嗯。主人，东风已至。今日若有人来访，便说我身体不适，暂不见客。主人，你当真要去？自然。只是不知道我这位夫君，属下之前差人去探访过他的故居，此人关系简单，情况属实。主人是还有所顾虑？就是太简单，才会让人心生忧虑。怎么能让瑞王在外面候着呢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去查一查他与瑞王可有交集。是。玄清，再煮一碗驱寒汤药，送到他房中。是。唉，难得赶上青雀和玄武两位老大出任务，兄弟们全喝酒去了，就在那当值，还得巡逻。行了，大家都不在，可别出什么乱子了。
看看玄机阁里怎么了。这次弟子组越级当真精彩，这位后辈倒是很有前阁主的风采。看来这次的天子任务还是要你去处理。时辰尚未到。玄机阁意在暗探，而不是杀人。想将消息完整带回，坚韧的意志，往往比击败敌人更为重要。弟子组顾玉洛，请接天子任务。快给我找！主人，去这边搜搜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你先去找他，他们我来。夫人，给我让开！大少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府内出了刺客，我自然是为了三弟的安全。可你如此拦我，难道这院中恐怕没有什么刺客，而是有人想趁机公报私仇。大胆！你的主子就是这么教你污蔑别人的？你既说这院中没有刺客，那这是什么？拿下他！今夜玄机阁有刺客闯入，为了三弟的安全，还请配合搜查。三弟，得罪了。大哥，何故苦苦相比？只因我事事不争，便可随意拿捏，对吗？不，若说是因为安全，我路遇劫匪之时，大哥又在何处？是，大哥并未寻我，却在家中设下灵堂，这份情谊，大哥，你要我如何偿还？此事我也只是道听途说。深夜我与夫人共眠，大哥明知我负伤，竟以此等理由夜闯我扶风阁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大哥，万走不走。
你怎么？你刚刚不必如此，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他就好了。我先帮你上药。你刚刚不该与他对峙。朝夕性格温和，不会与其他人起争执。好在，他并未怀疑。那该如何？兔子急了也咬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与三少主琴瑟和鸣，他就是这般护你的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今夜你就在这里休息吧，我怕他们再回来。参见阁主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为什么召你来。是。这2年，安排你在老大身边，任务该如何做，你没忘吧？没忘。这是这次的任务和你的身份，虽然只是弟子任务，但牵涉甚广。你的画技在弟子组算得上拔尖，就由你去完成吧。折竹定不辱命。去吧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若不是他娘，父亲怎么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？折竹呢？折竹姑娘去后山了，应当是阁中有了新的任务。主人，下去吧。是。有新任务了？是。阁主命我收拾细软，明日动身。这次任务虽然可能会有危险，但完成之后，阁主定会有大赏。折竹也可以成为主人的助力。有危险？主人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。我看看，这里只有你我2人。放心，这件事情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主人，这玄机阁的任务，你还知道谁是你的主子？折竹自然不敢忘记。自折竹成为主人的死士起，折竹的命都是主人的。这次再回玄机阁接下此任务，也是希望日后可以更好的帮助主人。既然如此，拿来。我记得在玄机阁中，画工甲等的人只有你和于洛。是。你去回复他们，这次的任务你不能接了。主人，你也知道，这次的任务很危险，我怎么能让你以身犯险呢？怎么做，
不用我教你了吧？醒了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去院子里等你们，不急。夫人这是打算利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谁说我打算用完就扔？夫君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弟媳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们慢慢来，我不急的。前几日不是说好了要给三弟和弟媳量制喜服，我这边带了人过来。去吧。是。婉娘，这位便是今日要量身的美人。你便是冷言的。回姑娘的话，小女子虽常伴冷言身旁，却对他的那些勾当并不是很了解。但是在出事的半月前，的确有一位黑衣男子前来买命。谁？大概在10日之前，那人在夜里丢下一袋银两，说是定金。我好像听他说是亥时，程万，事成之后，另一半。好。亥时，什么城外？当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，那味道是不同于市井乡野的，应该是为权贵之人特意调配的。因小女子深谙香道，所以我对那味道记忆颇深。后来是二小姐让我去辨识大少主的声音时，
我发现大少主身上的味道竟与那夜的一模一样。大哥身上的香料确实是他特意调配出的，只他一人在用。这一点府上知道的人不少，弟媳自可去调查。三弟的事与大哥脱不了干系，只是不知父亲会如何处置大哥。害事。冷言可有提前动手的习惯？提前恐生变故，若是丹主定好了时间，便不会更改。他说过的，这个是规矩，不会破坏。冷言回时，可有向你提起了什么？他的那些勾当，我自是不会参与的，也不会同他问起。不过我记得那日他的确回来的很晚，而且当时他嘴上骂骂咧咧的说到手的鸭子给飞了。他这个任务不是也没成吗？三少主不是也回来了吗？可有受伤？未曾。那日你们收下定金的银两，冷言遭灭口时，可有人收走？未曾。不过我在回去取贴身衣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藏在门后的另外一袋银两。朝夕遇刺之事，恐怕另有其人。三弟并未习武，杀手未受伤而归也不无可能。侍卫回报，朝夕遇刺是在虚实，如若属实，冷言到时恐怕朝夕已经。再则，若是大哥买凶后欲灭口，也当将银两拿回，才能完全洗脱嫌疑。但他偷偷来放下第二笔银两，说明他可能并不知道冷言失手。虚实，有趣。这么说来，大哥虽然买了凶，但有人提前动了手，此事大哥并不知道。如你所言，当日虚实出现的人又是谁？也或许这是大哥演的一出好戏，二姐以为呢？说不定是我呢。弟媳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既然朝夕平安归来，那此事便只是家事。今日是要来为弟媳量制喜服的，婉娘。夫人放心，不急。二姐送来的心意，余落心底自然是感恩。只是我更好奇，你二人是如何相识，个中经过，从何得知？主上这几天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？上次在灯会上，我想去找你，可惜那个女侍卫一直跟着你。你调查清楚了，这顾朝夕当真不会武功。是，她自小身体孱弱，无法修习武功。主上为何这样问？既然顾朝夕不会武功，那顾朝生为何要试探我的功力？看来他们二人也并非同路人。冷言，是，这位顾家大少主心事真的很，竟然买凶去杀自己的三弟。所以，顾朝夕真的是他杀的？会不会那天您遇到的也是？缱绻之地，亲情也不过如此。主上，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你回宫里好生调查一下，那个人最近都在做些什么。是。还有，顾雨落背后有一道刀伤，应该是1个月内的。好生调查清楚是何缘由。是。主上，您怀疑是他？夫君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怕梁一人毛手毛脚的。你身上还有伤，
我不放心。我来吧。有劳了。应该的，夫人。原本我还担心二姐会查出你们尺寸的差异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们的尺寸相似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这种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，看来夫人与你的夫君当真是情投意合。夫君说笑了。前几日不是还说过要教你怎么下棋？既然现在无事，不如我们切磋几局可好？果然不是普通的小厮。主射！承让了。是夫人棋艺高超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棋局，便是观其落子，可观其心。夫君的心思不在棋局之上，自有意藏拙相让。不知夫君有何忧虑，余落可否分担一二？确有一事。愿闻其详。昨日大哥所说的玄机阁是为何？那夫人身上的伤，又是从何而来？不知夫君是以何身份相问？你既唤我一声夫君，你受伤，我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顾家常年走伤，难免波折。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。那大哥昨夜是为何而来？我又如何得知？二姐呢？二姐今日因何而来？是否是信得过之人？若我说一切皆是为了三弟，弟媳可愿相信？主人，阁主有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，既然同路，
夫君，还是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阁主，新任务。今日没有新任务，我也未在玄机阁见你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玄机阁暗探第一守则：不问来处，不问缘由，将消息完整的带回。这才是玄机阁需要的，最锋利的刀。去吧。主人所料不差，这次任务，阁主曾交给折竹完成。听说折竹本是接下任务的，却因手上的伤无法出任务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这次的任务与那位驸马爷有关，虽然只是寻他的把柄，但这事关上公主，稍有不慎，则牵扯甚广。折竹也许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有意避之。恐怕不止。依折竹的性子，即便知道危险，他也不会拒绝任务的。能让他放弃任务，甚至甘愿受伤，恐怕只有天风阁那位大少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折竹放弃任务？任务中明确提及，驸马爷在暗中寻人画一幅梅花图。可即便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反倒是那些画不出的画师，皆被他婉去了双目。阁中会借此契机，将接取任务的人送到驸马爷身边。只是玄机阁内画工甲等的人，只有我和折竹。他们是想……不，主人，这个任务您不能接。怕什么？那么多的画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？你即刻启程，替我去一趟驸马的祖籍青阳。来玄机阁这么久，这又怎会是能选择接不接任务的地方？自从进入玄机阁起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能真正从心的？你我，只是被牵丝的人偶和没有情感的刀罢了。明白了，主人。至少能留在您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
李姑娘，我家主子已经在2楼候着了，定金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无论姑娘是否化成，都无需退还。只是关于我家主子的身份，还望姑娘莫要多问。主上，今夜茶楼2层被人包下，我猜那应该就是他想去见的人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将2层包下的人正是驸马爷。这位驸马爷在朝中并未站队，右相与将军的人都曾有意拉拢，只是主上也曾让我去暗查过，这位驸马爷和上公主的手上都不太干净。哦，门口那个侍女也是上公主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位驸马爷一直暗中寻访画师为他画眉，请来的诸多名家都没人能画出他想要的梅花图，最后都被他弯曲双眼。上公主的性子向来谨慎，也不知为何这般由着他胡闹。主子，这位就是兰陵的画师李姑娘。坐下吧。这里没有梅花。我听闻技艺高超的画师，可根据描述绘图，想必这对李姑娘来说，并不困难吧？倒是听过描述绘制人像，这般描述绘制花图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难怪那些画师。愿闻其详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公子不要紧吧？无妨，我这头七已有多年，好在还有这香可以暂缓。只是我有时一分不清，何时是真，何时又在梦中。药香常燃，终究伤身。公子不介意我开窗吧？无妨。可以开始画了。玄清，不知你能否及时赶回？画得如何了？一笔未画。他当然画不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画师李姑娘，而是来行刺的杀手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小女子不过寻常画师，
不知你们为何要诬陷我做杀人的勾当？原来不是，没意思。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那就杀了吧。主上，等一下，我能画出公子想要的梅花图。哦，你可知有多少画师说他能画得出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？你猜他们最后都如何了？我能画得出。好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主子要的是梅花图，而你这却只有空枝，哪里有梅花？可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你是来杀我？怎么，你要放弃了？本以为你有些本事，如今却用血糟蹋这画，看来也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不知这幅可是公子梦中的雪中梅花图？拿下！退下！主子，我说退下！他是怎么？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这梅花图因何而来。是。你果然是来杀我的。不，但是我的确带着目的前来的。起初我在想，驸马爷为何无故寻人画着梅花图，而那么多画师，无一让驸马爷满意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驸马爷想要的或许从来不是一幅画，但是后来我又一想，也不是这样。哦，什么梅花图，什么被婉去演的画师，驸马爷不过是借机泄愤罢了。为何这样说？这世间之人所求之最，无外乎是一条生路，而驸马爷所求的，却是一条死路。说下去。驸马爷虽然看起来锦衣华服，风光无限，但形容憔悴疲倦，双腿甚至无法久站，都是因为这香吧。这香有迷香和软筋散的功效。起初我以为是驸马为了画师所下，后来才发现，这香是有人为驸马所下。
早听闻驸马惊才绝艳，与上公主的情谊更是上公主亲自向圣上求来的姻缘。但是我还听说，驸马爷在上公主之前有一位发妻。起初我觉得驸马爷为了前程丢下了发妻，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驸马爷似乎很期待我是来杀你的人，所以我便觉得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驸马爷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一幅画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抛下梅娘。你是玄机阁的人，你不必担心，我并非是想套你的话，只是我听闻这世上没有玄机阁不知道的秘密，更没有在玄机阁中买不到的消息。曾经我也想要寻找一个答案，四处寻访玄机阁，只是可惜一直没有找到玄机阁的接头人。我为了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贪赃枉法，助纣为虐，我的双手已经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。我自知并非什么善人，但我也一直在等着玄机阁的到来。他扣押了梅娘，我原本只想找到梅娘，与她一同离开。可是，就自几个月前开始，我便再也寻不着梅娘的消息。我梦到了我们从前同住的小院，好多的血，那些血落在雪地上，就好像从前我们一同看的梅花。她的衣衫都被血染红，就挂在梅树上。他是？他。他自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公主。我也私下派人去查探，不过小小梅园，派去的探子却无一生还。他告诉我，这是我多想了，可他却为了控制我，让我整日都离不了这熏香。我无法去找梅娘，甚至到现在连求死都做不到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他一起。我继续去帮他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。可我每次又会留下把柄，虽然有时会被他发现，把那些痕迹清理掉，可再精细的人也会有疏漏。然后就是画室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在等玄机阁，我在等那些想要拉我下马的人。我也的确从未想要过什么媒途，我要的就是世人看到我的暴虐。我要让整个上公主府的人为我的梅娘陪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了这一切，所以才要以血作媒，赌我会听你一言，
所以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想问的到底是什么。梅娘她当真？梅娘之事，我并不知晓。那你怎会绘制血梅？但是我知道，驸马爷的那位故人已经亡故。去看看故居故人，若来不及将消息传回，蓝色信号为没有异常；若他故居有梅树，便用橙色；但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，便用粉色。棘手的事情是指命案。你当真还要悬着玄机阁？无妨。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。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足以扳倒上公主及其党羽。我会想办法把它交给你。把门给我撞开！是。怎么，如今我来茶楼，上公主派这么多人还不够，还要亲自监督？哼，我是在担心你的安危。人呢？什么人？我今日不过是请了画师作画，画完成了，人自然就走了。给我搜！务必把刺杀驸马的贼人给我拿下！是。驸马，你以为把消息放给玄机阁的人就能扳倒我？难道你就不好奇我如何知晓他是玄机阁的人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如今玄机阁易主了，你费尽心思搜来的罪证，到头来也变成他人拉拢我的筹码与谢礼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皇室的尊贵血脉，都会有人前赴后继的为我证明。裴郎，之前的种种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日后能够待在我身边陪我，可好？好一个既往不咎！一个杀人者竟敢妄言对他人既往不咎！杀人者？驸马莫不是听信了什么狂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我确实刚巧派人去查过，你的发妻确实是死了，不过是病死的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你在上月15去了哪儿？你回来的时候，衣服上还沾着一朵梅花。哦，那又如何？你一日是我的驸马，便终生都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俩已经在一条船上了。我若是在上位，你共享荣华；我若在下位，你莫想独善其身。你以为找了玄机阁的人又如何？就凭他们，敢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你如何得知玄机阁的人在此，但我知道，
如果你当真不在意，你就不会亲自过来，更不会兴师动众的让公主府的亲兵在这搜查。你说的没错，朝中局势混乱，掌握你把柄的人未必想要扳倒你，但你不确定这个人是谁，所以你才不会赌上你的荣华富贵。是，裴某我该下地狱，但我入地狱之前，也会带着上公主殿下一起用你给我的梅娘陪葬。驸马，好好休息。殿春，速去公主府，去搜驸马的房间。不，把公主府掘地3尺。驸马既下定决心与我为敌，定然还留有后手。搜到任何可疑证据，速来交给我。是。方才我便觉得眼熟，看来这就是夫人所说的易容之术了吧？你怎么会在此处？上公主有令，大家分头找，我去那边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耶！给我查，找到人后杀。是。上公主有令，搜。是。主上，好在主上料事如神，我刚找到这东西，公主府的人就回来了。
想不到这上公主看似不参与朝堂之事，即便将军与右相有意拉拢，也不愿趟这趟浑水，私下竟为谋私利，还做了这么多煽风点火的事。不过有了这些证据，足以扳倒上公主，让那些被残害的忠良得以昭雪。啊，我呢，还在原先的盒子里留了一枝梅花，也不知道上公主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。公主，奴婢在驸马爷的书房暗格内找到了这个。不能看到，还真是遗憾。啊，主上，我这就去将账册交给沈将军，让他明日。给他吧。什么？主上，这万万不可！我们怎么能将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拱手相让啊？且不说，如今我们尚不知道是谁下的这则玄机令。若对方所求不是扳倒上公主，而是将她的把柄握在手里，无妨，都是刀尖过骨之人，又何惧被刀刃所伤？主上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他？难道短短几日，主上对他……本就是他以命相搏换来的。我们不过是占了先机罢了。再说，谁说我们是要将东西拱手相让？想要鱼上钩，就得先下饵。主上是想假意将账册以玄机阁之手提交，顺藤摸瓜找到背后之人。是。主上今日将他救回，他必定会起疑。主上继续留在这里是否安全？起疑？他可从来就没放下过对我的怀疑。主上，那您……我自有分寸。也是，主上和他的那位夫君长得那么像，他就算看在那位夫君的面子上，也不会舍得动您。哦，主上，如果他一旦发现什么，您可切记要模仿他的那位夫君，让他心软才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他睡下了。睡下？他怎会睡下？他几时回的？可是独自归来？是我送他回来的。今日气闷，便去了趟茶楼，恰巧遇到了他。茶楼？主人，茶楼今日有变故，是他救了我。我今日去过茶楼，上公主数名侍卫被杀，这一切可是你所为？你怎会觉得此事与我有关？你们今日去那儿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会与上公主扯上关系？夫君今日怎么会在那儿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就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夫人对我说了那番话，我到底还是有些介怀，便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吹吹风。
时间不早了，夫人早些休息。这是那位驸马，这应当就是他所说的，记录了上公主这些年来贪赃枉法的账簿。我本以为他今日追到茶楼，便不会再让这本账簿流出。看来还是驸马起先一步。这么说，上公主和驸马已生间隙，那我那天看到的上公主侍卫的尸体，莫不是二人争斗所为？这次任务完成的太过顺利了，所以让我有些不安心。要不要我再去上公主府一探？如今上公主府定然守卫森严，等事情平息了，你再去吧。上公主为何能这么快赶来？而且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批杀手。是谁将您的任务信息泄露？你说呢？驸马呀，驸马，你又怎知我就是你可以托付之人呢？若我将他呈上，又当真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外泄任务、刺杀同僚皆是重罪，跟我去玄机阁走一趟，否则别怪刀剑无眼。你这般忠心护主，倒是也要看看你的主人值不值得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任务是我无意泄露的，这和我在为谁做事有何关系？但我也想问问玄清大人，难道你在为你家主子做事之前，还要问一句值不值得吗？你今日来拿人，到底是为了玄机阁，还是为了你家主子？你真当旁人看不出来？你是铁面无私，但若有一日你家主子叛出玄机阁，你又该如何抉择呢？阿洛，阿洛，阿洛，你为何执意要接那天赐任务？也许是日子过得太过于无趣，想为自己争点什么。阿洛，若是你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可以。若我要的是玄机阁呢？阿洛，我背你回去吧。不必了。我来时便是一个人，如今有风雪相伴，也足够了。可相思对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阿洛，轮回，你可以相信我。参不透是非，
与你作对，我有愧。我们四少主长大了。浊红沉睡，你别转移话题。我竟会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？你尽管告诉我。相陪，风雨泪，要是有一件事情，何事？我需要你去梦里为我寻一个人。问我两只眉，生而何罪？你不问，我为何要寻人？不说是寻一人，就算你让我去杀一人，我也绝不会推辞。三千泪为你醉。阿洛，听风是笛，花落拂骨倾，你我缱绻之情长不尽。月光洒浮萍，夜莺乱心绪，如我梦境还是你。他朝若是君临雪，是飘零，此生也算空白。你的眼中泪影为谁而尽？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，你可识得我的心？主人，折竹认了罪，在狱中自尽了。你与他是旧识？不曾。他背叛玄机阁，陷主人于不义。于我而言，他死不足惜。只是我昨日问他，你这样做值不值得？他说，各为其主，何论值不值得？身在我的位置，背叛者我绝不会手下留情；但身在他的位置，对大少主的忠，对玄机阁的义，他已然两全。难得听你说这么多。你是在想，若异地而处，又该如何求得双全之法？不，我是在想，还好我与他不同，不必异地而处。你们的确不同，你我皆不是知棋之人，也只是棋盘上的两枚棋子罢了。我不会命你去做出格的事，至少如今看来，我暂时不会背叛玄机阁。我也该去交任务了。主人打算现在就将他交出，不准备继续查下去了吗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这件事拖不了了。更何况，谁说我不去查了？这本账簿，如今在我手中，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了。只有他离开玄机阁，我们才能顺着他找到幕后之人。属下这就去准备，定能顺着他找到幕后之人。我与他不同，
是因为我的忠义都系于一人身上。我本想着去玄机阁处理折竹的事，顺便清了你的案子，没想到我这身体还是熬不住了。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无妨。把这本账簿放在大殿后暗室的石匣中，到时会有人来取。暗室内机关众多，这上面有详细记录该如何去做。去吧。是。当年是否真如信中所说那般？19年前，故将于探访中发狂，将左丞相秦宇恒灭门。天子任务未结，悬于暗河。夫人画的这梅花真漂亮。夫君喜欢。
主人。如何？这3日都没有人靠近那个房间，石匣也始终没有被打开。我原本以为是接头的人未到，好在主人在帐布上撒上了影蝶粉，我见影蝶异动，便将它放出。随着他找到了右相府，主人是否要收网？不急，你不是传信回来，说暗室附近有其他人？我这就派人去盯着。还有件事，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2小姐院里的人，说2小姐有事忘记相告，此刻正在醉仙楼候着，有您想知道的。醉仙楼。你慢点，您再来啊！好吃，我是真好吃，好点。哎，姐姐您来了，姐姐，这就是醉仙楼啊！姐姐好久没见您了。对呀，好久没见到您了。阿路，好想您啊！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找人。阿路，阿路，秦神医、玄机阁、醉仙楼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，但你可以带上我，我能保护你。昨夜玄机阁失窃之事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我整晚都在院中，从未出门。四少主此言，是在怀疑我，还是试探我？跟我走吧。阿路，来吧，姐姐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拿下他们！走！站住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他受伤了。三弟倒是好兴致，不知何时与我这个大哥也下一盘棋。大哥若只是想下棋的话，想必这院中应该有不少人愿意相陪。今日怎么不见大哥时常带在身边的死士啊？他去了哪里？三弟当真不知？他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，受点伤很正常。这醉仙楼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刺客，我等下一定严查出入的人。今日你们怎么突然来这儿？不是你要我来的。我？我怎会知晓？大哥今日来我扶风阁，所谓何事？若只是闲来无事的话，恕我身体抱恙，无法奉陪。前几日二妹在院中抓到几名刺客。哦，那二姐可有受伤？她倒是没事，不过那些刺客正好是花灯会的行刺之人，他们供出指使行刺的人就是你，是你委派他们杀人，你正是以那枚玉佩买凶，指使他们在花灯会上行刺二妹。我本不想将这些家丑外扬，只是事关二妹性命。那日抓到刺客之后，我便立马报了官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大哥也无法抱庇。
三少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大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朝夕的玉佩在遇刺时已遗失，若闯入二姐院中的刺客带着那枚玉佩，那不就恰好说明刺客是同一批人，刺杀不成，挑唆陷害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大哥不懂？还是弟媳这是何意？是非对错，官府自会评判。若真有人挑唆，相信官府自会还三弟清白。朝夕身上有伤，还需静养。他亦是刺客一事的受害者。在花灯会上，他与我一起帮二姐避开了刺客，又怎会是买凶加害之人呢？两位官爷，还请回去吧。怎么，弟媳是觉得几位官爷不会秉公办事？我夫君身体孱弱，又刚遭遇杀手，这一趟恐怕并不方便。弟媳多虑了，我看三弟的身体恢复的不错，弟媳若再加阻拦，恐怕官府会觉得我们顾府对此案心中有愧。大哥没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论是谁，休想自我扶风阁内带走一个人。不必担心，我去就会。主人，需要我去？将我的首饰盒取来，我要去趟衙门。是。刺客我们会带走严加审问，衙门里已经安排妥当，他们不会暴露您的身份的。至于那本账簿的归处，与您所料未差分毫。右相在收到后便第一时间去请了上公主，只是他没想到上公主还未到，那本账簿已经被我神不知鬼不觉地交在沈将军手中了。这是上公主残害忠良的罪证。今日早朝，沈将军联合几位重臣一同参了上公主。这一次，他是再无翻身之力了。可有被人发现？差一点，还好我机灵。您夫人身边那位可真是阴魂不散。哦，对了，将军问您打算何时回，让我提醒你，最好还是先传个信回去。让那位知道你如今无恙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朝廷剿匪的人回了，派去探查的人说，盗匪认下了刺杀您和顾家三少主的罪行，说顾朝夕他当场毙命，尸首被丢入狼坑，被啃食的只剩白骨。舅父近来身体可好？哦，将军身体好着呢。主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啊？现在不是很好。主上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！这哪里比得上？您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那个？醉仙楼近日来鱼龙混杂，不如就派你扮成南武姬，送去卧底。别，我错了。啊，
说到您的那位夫人，那位顾家三少主的夫人，带了一盒首饰想保你出去。为了避免她怀疑，我已经跟衙门的人交代了，让他们收了钱，就当是因为这个，晚一些再将您放出去。他在哪？应该还在衙门外等消息吧。还装不喜欢？夫人，我不是让你在家中等我。我不放心。在此等了多久？没多久。我听他们说，你为了将我保出来，拿了一整盒首饰交给了衙门。你本就是被牵扯进来的，无论如何，我也应该把你救出来。那些东西你不必在意。女儿家的首饰哪有不在意的？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只有在玄机阁的时候才会用得到。那你为何要将我换出来？你的身份本身就是假的，若是被衙门查出，恐怕会横生事端。只是这样？自然。我还以为是夫人心疼夫君在这牢里受苦，这才将我换出来。走吧。夫人，你这是……你呀，也不知道给自己处理一下伤口。我一会儿自己处理就好。上次就是我为夫人上药，今日又怎么了？莫非夫人害羞了？自然不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夫人请吧。心房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你这刀伤从何而来？四少主，你不能进。四弟，
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他不是三哥，三哥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哥已经死了，剿匪的人回了。那帮山贼对自己所犯的恶行供认不讳，他们截停了三哥的马车，掠走了他的钱财，他们还把三哥扔进了狼坑里。可怜三哥被恶狼生生啃食而亡，现在官府的人就在外面。盗匪认下了刺杀宁和顾家三少主的罪行，说顾朝夕他当场毙命了，尸首被丢入狼坑，被啃食的只剩白骨。这个人身份可疑，说不定他和那些盗贼……文双，官府的人在哪儿？就在前厅。夫君今日奔波劳累，便在房间好好休息。我去就回。阿洛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？万一那个冒充三哥的人趁机逃走？文双，他是你的三哥，也是我亲自寻回的，又怎会弄错？可如果他就是你寻回的呢？偷天换日，易容之术，这不正是玄机阁最……四少主，你这又是何意？难道你是想为我扣上杀夫之名？我怎会这样想？只是这顾家心情冷漠，我自幼不在顾府，大哥在外经商，二姐跟着药王学习蛊毒之术，三哥又因病疾，常年足不出户。因我自幼在玄机阁相识，你也能明白。若是你所想，我也能为你争取这家主之位。四少主，既然今日你如此坦言，那我便把话说清楚。三少主是我亲自寻回的，近日来，他也与我同行同宿，我又怎会分不清我夫君的真假与否？四少主，我与你从未有过半分儿女私情，如今我是你三嫂，日后也只能是你三嫂。弟媳怎么才来？今日三弟被衙门的人带走，才刚回，没想到我们便收到了这样的消息。这些都是官爷在盗匪手中收缴回来的。盗匪已承认杀害了三弟，并将其丢进了狼坑，被恶狼啃食而亡。他的尸骨如今尚在衙门内，官府之人也希望明日一早，我们便能前去认领。但是，既如此，弟媳寻回的枕边人又是谁？大哥，大哥此言何意？朝夕已安全回到家中，这不该是幸事，还是
大哥不希望看到这个三弟回来。三少主已安全回府，既有尸骨，官爷不是应该去调查死者究竟是谁？朝夕已安全归来，你们为何又如此肯定，一具尚未确认的尸骨便是他？倒像是秦心灯，你们就在现场。这么晚了，几位怎么都聚在这儿？夜里风寒，我怕夫人着凉，便过来给夫人送医。这位就是三少主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不是易容。四弟，你这是何意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既如此，朝夕的物品我就先拿回去了。你怎么会与二姐一同前来？我在前厅外遇见，恰好看到他正在偷听你们谈话。今日三弟被衙门的人带走，才刚回，没想到我们便收到了这样的消息。衙门内的尸骨，当真是顾朝夕？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那便容后再想。抱歉，我一会儿为你上药。那便多谢夫人了。可朝夕身体羸弱，久病难医。若是姑娘不愿，我自会告知父亲，取消婚事。三少主，娱乐愿驾。如此，在下便等姑娘归来。少主夫人，怎么了？三少主一直未归，
在他回城的路上发现了他的马车和血迹，三少主不知所踪。主人，三少主他……没想到家主会同意你一同前往，不过幸好你在。天子任务，你说，刚刚那群黑衣人是沈将军的仇敌，还是我的？主人，玄机阁的天子任务，竟然走漏了风声。玄清此生只认一主，定不会做出背叛主人之事。我知道，这世上若还有我可托付信任之人，恐怕也唯剩下你了。玄清的命是主人救的，就算有一日整个玄机阁与主人为敌，我也定会以性命为主人杀出一条血路。起来吧。这种话可说不得，也莫让旁人听了去。不过，若让我发现你有任何的隐瞒，我必定不会轻饶了你。你该不会是真的做过什么？出任务前，三少主曾问过我，您可有什么喜欢或是意义非凡的东西？我说，曾看你戴过一条串珠的手链，后来不知为何忽然不戴了，许是遗失了。三少主他说他知道了，还说等你任务结束就去扶风阁找他。玄机阁死事居无定所，你与他虽尚未成婚，但他已在扶风阁给你留了一处小院，你若不嫌弃，随时都可以过去。还说，扶风阁以后也会是你的家。但是，三少主还说，婚嫁于女子是终身大事。你若想改变心意，你二人的婚事随时都可作罢。明日一早，我就去衙门将尸骨取回。不，派人去守好。若有人要去认尸骨，是。还有一件事，这就是你说的，笃定他已经死了。我亲眼所见，玄机阁最擅长的就是易容之术，他们一定是用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办法。你就这么肯定，就不可能是你当日杀死的人才是易容之人？不可能。我还以为你是这宅院之中最善谋略之人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他的事情，我自会调查清楚。若无要紧事，近日我们还是不要再见。得罪了。三弟受伤回府，我这个做大哥的来看看都不行。三哥，只是我的三弟，你我也有5年未见，怎么见了二姐，连一句话都不说？他不是三哥，三哥已经死了。三弟自小随身的那枚玉佩，今日怎么不见你戴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这顾家3人为何对顾朝夕如此这般？
这是4少主给的。阿洛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桃花酿，而且我听说，这桃花酿在树下封存一段时间后，再拿出来喝，味道会更加香醇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想喝吗？当然想喝，等你再拿出来那天，我们一起。4少主，他们都在寻你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我才不想当什么少主呢！现在的日子多好，练上乘的武功，每日和你切磋。这家里的事情呢，就交给2姐处理；生意上的事情，就交给大哥。至于这玄机阁嘛，本就是3个母亲的。我呢，不想背负太多的期望，只想和你一直这样。撤了吧，连院子里的灯一起。是。怎么？是有消息？是右相府那边，盯梢的人说没能看清是何人偷走了账簿。此人轻功绝佳，我怀疑和我那日在玄机阁遇到的是同一个人，但我还是觉得此人有些眼熟。另一边的探子可有回报？虽然没有追上那人，但留意宫中动向的人回禀，弹劾上公主的朝臣虽多，但是掌握关键证据和最终拿出账簿的，都是沈将军一派的人。沈将军为人刚正不阿，若另一方的人真的是他，那倒也是还了忠良之辈清白。那右相府那边的人还要继续盯着吗？不必了，此事已了，那就都回了吧。旁的事也不是我们该干预的。是。这盘棋若再让下去，夫君恐怕很难有胜算了。夫人不是说过，你那位夫君性格温和，莫非他不是这般落子？温和不是藏拙，他的棋艺在为不在狡，包容而克制。但你却每一次在绞杀之前必退。有些乏了，改日再下吧。可是哪里不是？是在下奇迹欠佳，扰了夫人兴致。你们举案齐眉，3少主未归，便寻得了相似之人，相同之事重做一遍。而我呢，不过是个领着赏银的替代品罢了。
在你眼中，我只不过是东施效颦。我倒是心中愧疚，三少主能遇到如此知音，当真是令人艳羡。杀害三少主的凶手，可有新的推测？有一件事，我与朝夕从未一同做过，要一起吗？既是夫人相邀，在下自当同往。那走吧。出拳。我怎么能对夫人动手呢？多谢。防身之术，当对方的力量高于你，便要学会借力。10招之内，你若能接下我一招，我便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，或是为你做一件事，绝不食言。你赢了，可有和你想问的，还是要我做的事情？今日就先学到这儿吧，你的问题好好想。出来吧。主上，顾朝生带着人去衙门认尸骨了。之前咱们不是查到他雇了杀手，凶手应该就是他吧？余洛送去衙门的首饰呢？还在啊。去取回来。看来要尽快将暗杀之事调查清楚，并且将那枚玉佩带回来。衙门的暗哨都还在吗？在倒是在，不过顾朝生不是已经去了，还要继续盯着。自然。今日衙门会很热闹。这些盗匪到底是怎样的仇怨，才至如此？最可怕的是，此举并非盗匪所为，而是出自手足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一想到这尸骨有可能是三弟。您这说的哪里话呀？您顾家的三少主不是好好的在府上？再说，您顾家的几位少主，那可都是吉人自有天相。顾家人，那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三少主，他难道不是？看来，我们有必要再去查一下三少主的身份。下一位。儿啊！
太吓人了，老婆子。哎呀，造孽呀，死得这么惨！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下一位，去跟着那3个人。是。抱歉，不能及时为你收敛尸骨。无论你是不是顾朝夕，我都不会让你枉死。你还要用这副面孔对着我吗？朝夕的母亲是前任阁主，你完成这次任务之后，你2人结亲，我便可将阁主之位传给你。陛下，派出去的人回禀，太子已经……陛下，来人，叫太医，快！陛下，连漪真没有护住，朕的阿慈也没有护住，如今连阿柱也……陛下，陛下保重龙体啊！陛下，太子泉下有知。也定不愿意看到陛下为了他而如此损伤龙体呀！陛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陛下保重龙体！陛下保重龙体！陛下，城外的盗匪已尽数收押，定会为太子殿下讨回公道。敢咬我，小宝贝儿！要不是念你还有一丝用处，我就弄死你！哎呀，我今天就先留你一条生路。贺总管，城外匪患已清剿，这是案件卷宗，呈上来。怕什么？哎，顾朝夕，主人之前让我查的那个人，与瑞王应当并无交集。花灯节刺客一事，
刺客已被查出与城外盗匪早有勾结，玉佩实为劫护之物。如此，三少主的冤屈也被洗清。还有一事，正如主人所料，顾朝夕并非顾江之子。玄机阁的前阁主云穗与顾江本是同门，她虽嫁给顾江，但在过门前便已怀有身孕，次年因旧病难医离世。这个是属下查到的密报。你觉得这件事情如何？如此看来，或许是有人知道顾朝夕不是他们兄弟之后，狠心下了杀手。顾家人，那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这件事是前阁主与家主的家事，多年来也并未走漏风声，可为什么却忽然被并未经手的顾朝生知晓，又被你顺着线索查到了？您是说，背后之人到底布下了多少暗网？我收到的那封密信，顾朝生查到的消息，还有顾家药铺每月都会有定额的药材损失，这些药物融合便是剧毒。按照月份推算，如今的用量恐怕足以致命。主人，幕后之人所图之事，并非只在玄机阁，恐怕是整个顾家。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没有，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好些了。附近的问题可想好了？还没有。不急，你慢慢想，想好了便告诉我就好。夫人，主人，何事？城北的胭脂铺捎信，说您上次要的款式到货了。知道了，我去就回。有何事传唤玄清就好。西街第3家院子，苏兰。城北没有胭脂铺，看来也该让这小子学学暗语了。慢慢挑哟，万娘，这几只都一直没见过你啊，水果新鲜的，要不要看看？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我今日买太多了，哎，拎不动了，要不明日来买。哎呀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
今日家里来客人呀？对呀。啊，那你慢走啊。哎，下回再来啊。客人竟这般着急，也不等我将饭菜做好。他冷言地下无人照料，还是先送你下去给他做吧。你会武功，不是婉娘，那又如何？就凭一个菜篮就想打败我？你们这些个打打杀杀的，整日才带刀，有何用？刀这种东西，想要随时有。带下去，看看它的主人是谁。是。胭脂。主上，你怎么参了？不知我是哪里得罪了这位贵人，还请明示。如今京城中几方势力都在选你，老板娘既放出回乡消息，却躲在这里。想必你也知道，许你之人所为何事吧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如此，我便去问一问那位秦神医了。他在哪儿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很好，可若是你的问题回答的不好，我怎知？你不是在诈我？你应该知道寻你的人都是何人吧？若是你被他们抓到，会发生什么？只要你配合的好，我便能保你们二人周全。哼，周全？若这世上还有人可护我二人周全，那么19年前就不会。
原来中了醉仙楼的春风罪。兄弟们，杀了他！夫人，救我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抱歉，我中了春风罪。春风罪？你为何会被下春风罪？你又为何在这儿？你走之后，又来了刺客，玄清无敌。玄清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将刺客引了出来，他并无大碍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你难道不知道，这药遇到冷水时会增加药力？那当如何？求我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臾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主人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今日有刺客来袭，三少主他这是……中了迷药而已。刺客的来历可调查清楚。刺客有意隐藏招式，但则过招路数，极有可能来自玄机阁。
看来今日还是审不出什么。罢了，我们还是去问问他的老母亲，说不准他会愿意告诉我些什么。他在哪儿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他如今很好，但日后好不好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是大少主！主人，醉仙楼的老板娘死了。主人，若这一切都是大少主所为，你当真要？是他所为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既然他买凶刺杀已证据确凿，我必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只是，老爷那边，顾家那几位少主都还在，你说，他们为何让我一个外人插手？属下不知。旁人都称大哥为大少爷，只有玄机阁的人才会叫大哥大少主。你醒了？夫人呢？瑞王在醉仙楼设宴，邀请了顾家几人。主人说了，你不必前往，好好休息。他去就回。昨日是您引开了刺客？自然。怎么？你是在怀疑我？夫人宴席难免饮酒，一会儿我为她煮一碗解酒的汤。想不到你还会这些。我如何不会？难道书生就该十指不沾阳春水吗？只是觉得你不像是会做这些的人。汤也备好，待夫人回来时，记得给她喝。我要出府一趟，你可要随我一起。去哪儿？今天的曲子不错呀，是啊，茶也不错啊。来，进来玩吧。今日阿洛也会来吗？若不是今日他也会来，你是不是也不打算回来见我这个大哥？如今扶风阁中那位，当真是我三哥？是与不是，既然牵扯了命案，官府自然会有判断。这里毕竟是你二姐的地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江湖中销声匿迹的天机门，曾有5位弟子，
大师兄长齐，二师姐云穗，三师兄顾江，四师弟秦宇恒，还有小师妹涟漪。后来秦宇恒官至左相，涟漪以将门之女身份加入宫中。云穗秘密创立了玄机阁，顾江成了商人。再后来，秦宇恒被灭门，大师兄长齐不知所踪，云穗嫁给了顾江，生下了顾家如今的老三顾朝夕。可我听说，云穗在嫁给顾江之前就已怀有身孕。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只要有大哥在，你可以永远无拘无束的做顾文双。走吧，别让瑞王久等了。原来三弟，我从前不知，四弟跟大哥私下这般亲厚，就是不知大哥打的何种算盘，是真心交好，还是想要得到四弟的支持？你说三弟并非顾家之子这事，大哥如何知晓？四弟又从何得知？二姐邀我前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？自然不是，我今日叫你来，本来是想让你帮我选一件衣裙，不过，如果三弟当真不是顾家人，弟媳如何打算？这些捕风捉影的话，想必二姐是不会轻信的。弟媳这样说，我便知晓了。走吧，既然瑞王相邀，我们也别让他久等了。不过你说，瑞王为何忽然宴请？今日能与诸位在这里相聚，实属幸事。大家莫要拘谨。我同朝生多年以书画交友，结识的红颜更是承蒙玄机的照拂。文双呢，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这位顾家老三，虽然今日不在，但我与朝生亲厚，便也全将你当作是弟媳了。娱乐不敢，只是有些遗憾，我偶得一盘残局，听闻三少主奇技了得，便想与之切磋。如今看来，恐怕是心愿难了了。有何难了？王爷既有如此兴致，我便差人去寻。王爷，我也曾就棋局同夫君多次探讨。若王爷想寻对弈之人，不知娱乐可否一试？美人相邀，我自然是无法拒绝的。来人！王爷，啊，抱歉。王爷有心事。唉，如今匪患初平城外暴雨，致山体滑坡，将云崖寺冲垮。父皇因皇帝的事一病不起，我本不欲管这些，但此刻我才明白自己的无力。唉，若能选择，我宁愿每日观棋斗画，在太平盛世之下做一名闲散王爷。啊，今日难得大家相聚，不说这些了，继续。王爷，府中有要事，今日不能陪大家尽兴了。四弟，可要对弈？可惜这棋局未完。不过弟媳，对弈瑞王，
你怎会如此不藏锋芒？也不怕他输了棋局，迁怒于你？瑞王奇技精湛，看似随意无章，实则步步为营。难道这盘棋你会输？时局尚早，还未可知。果然是观棋如观心，弟媳可有观棋难辨其心之人。不会是我三弟吧？阿洛，那天我是……对不起，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你我相识已有5年，在玄机阁，你从未有少主架子，善良、热忱，也是我所见之人中最为干净通透的。你对我来说，不仅是同门少主，我也是真心将你视为我亲弟。如今我嫁给朝夕，随他称你生四弟，自然是不会将你那热无心的话放在心上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你也早些回府。这不是顾家的三公子吗？正好在这儿遇见你，免了我去顾府的麻烦。这个就交还给令夫人了。还有这个。那就辛苦顾公子了，小的先告退了。他人呢？他说今日天气寒凉，怕主人在宴席饮酒，身体不适，做了汤温着就出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没跟着？去了胭脂铺，有暗卫跟着。他做了什么汤？说是驱寒醒酒的汤，可要我现在端来？不必了，等他回来吧。嗯。主人，他说这汤要热着喝。下去吧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
沉睡，我敬一杯，跌宕磁场相配，风与泪，你一笑凄美，投入刀割我心扉。快走，你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呢？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好。回来了。嗯。谢谢。早点休息。咱都守了多少天了？哎，谁？糟了！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，衙门那具无人认领的尸体被盗走了。啊？什么人会大半夜的盗尸体啊？哎呀，说的就是啊。夫君留步。夫人何事？那具尸体本就疑点颇多，如今遭窃，夫君何人所为？在下不知。城外云崖寺坍塌，已殃及周边百姓。我看过朝夕店铺之前的账目，从前他便免费看诊和募捐。我想以他的名义捐赠一批物资。你既已决定好，去做便是。夫君，城中最近有些流言，说衙门那具尸骨便是朝夕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随我一同出面。但你无需担忧，他从前的募捐从未留名。你只需要在殿内清点，随后在马车内静候便好。
夫君今日身体可还有不适？未曾。物品清点已完毕，你只需要随我去趟店铺即可。我身体还是有些不适，你叫玄清陪你去吧。玄清已出门，替我办些事情。夫君，方才不是还说身体无恙？朝夕虽因身体常年在这院中，却曾不留名接济过很多百姓，药房更是每月都会免费请郎中看诊赠药。如今若他还在，听闻此事，想必也不会置之不理。三少主果真是风光霁月之人，也难怪你愿意趟顾家这趟浑水。夫君这样说，像是吃味了。自然不是。诛伐之事虽是因春风醉引起的，不过我会尽全力补偿你的。如何补偿？待三少主归来时，我定会向他请罪。请罪？如何请罪啊？说你我二人不洁？非也，此事一切罪责在我。你中了春风罪，可我没有。若论罪责，恐怕我才是该万死之人。我们不必争论是谁过错，便只当此事从未发生过。多少眷恋难相忘，蓦然化成一过往，一笔皆思量，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来，把这抬过去。施主，有劳各位了。我们不去云崖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记得按时服药。谢谢，谢谢。儿子来，让大夫给看看啊。哎呦。前几日的大雨让云崖寺坍塌，有众多商户在瑞王号召下为寺庙募捐，但这场大雨让这些猎户同被灾祸殃及，鲜有人知。我怕这些人无人照拂，便请郎中先行来义诊，只是未料到大哥也已先行，差人将物资送到。啊，府中还有要事，今日不能陪大家尽兴了。怎么了？我只是在想，大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人都是有善恶两面，盛世之下，谁都想做善人；败世之下，又何以笑他人为恶？与其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
为其留下善旅。所以你临行前收到的消息便是这个。既然已有人帮扶，你也请了郎中，想必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了，我们就先回吧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快快！怎么样了？让我喘口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帮官差说我们的房屋坍塌是自己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会这样，还好有顾家的大少爷和三少爷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粮食。是啊是啊，多亏了顾家，顾家真是大善人呐！还有一件事，银崖寺的墙不也被冲塌了吗？啊！银崖寺的人今天修缮，在被冲垮的墙角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尸体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出现尸体呢？哎呀，这谁知道啊？夫人不是已经帮了他们，为何还这般愁眉苦脸？我素来不习管这些闲事，不过若朝夕见此情景，他那般心善之人，恐怕会更添烦忧。若是三少主平安归来，那时你二人便可同济天下。我们区区商户如何可济天下？不过，听闻瑞王最近有些忧虑，如今太子薨，若瑞王有心为民造福，恐怕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。你也这般觉得？娱乐不过女流之辈。商户如何？女子又如何？有为百姓之心，即为滴水之意，也可成为大旱时的第一滴雨，垂危之际的最后一滴水。主人，主人，云崖寺墙下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是位成年男子，如今已被官差带走。他随身带着医者的针与药，官差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与他简单衣着不符的香囊，可属下瞧着那像是大少爷的。下去吧。是。若尸体一早就被埋在院墙之下，雨水冲塌围墙时就该被发现。夫君是觉得那具尸体是坍塌了之后被人放到那儿的？你觉得人是被他杀的？顾朝生此刻就在寺中，官府顺着香囊去找到他，也是迟早的事情。常人若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应该先关注尸体身份？你又未见到尸体，为何先关心起凶手了？毕竟此事与大哥有关。难道你就不好奇死者是谁？大哥不是带了一位郎中来试探我的病情，不是他吗？夫君莫要太过费神，偶尔也要休息一下。这个月新进的一批药材已经到了，玄清今日去清点，我也让他将适合调养你身体的药材先带回来。如此，便多谢夫人了。你我之间何必说这些？
若能让你身体康健，便是世上有灵丹仙药，我也定会跨越万般险境，去为你寻来。夫君不是很喜欢这油带酸涩的葡萄，若喜欢，便多吃几颗。夫人玩的可还尽兴？未曾。主人，但说无妨。我也按照主人吩咐，仔细检查过那具骨骼。自骨骼长度和骨龄推测，尸体极有可能是三少主。知道了。大哥应该也在猜疑，那尸体是被我盗走的，所以才派人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需不需要我去？不必了。若他们想看，就让他们看。只是，若那具尸骨当真是朝夕，想到他含冤而亡，我却无法祭奠。主人，不过，大哥应该很快会有动作。云崖寺坍塌的墙院下，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旁遗落的香囊，极可能是大哥的。那具尸体，去查一下。若我所料不差，应当是秦神医。醉仙楼的老板娘秦神医，如此接二连三的死亡，偏偏都赶在我们之前。一切或许并非巧合。您是说，您的那位夫人身边有细作？天蓝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就是在怀疑会是谁。不会是他身边那个叫什么青的侍卫吧？如今这顾家我已探得七七八八，除了老家主的房间和山顶上那座高塔，我没太敢轻易靠近。情况如何？就那样吧。顾朝生看起来和普通的商户没什么区别。顾玄机院中倒是种了很多毒草，他整日不是在房间研究这些东西，就是去醉仙楼练武。至于那个顾问霜，他更简单了，房间里干净的什么都没有，每日就是沉迷练武。哦，但他武功不低，我没太敢轻易靠近，怕打草惊蛇了。对了，那天我中了醉仙楼老板娘的毒，您把解药给了我，可您不也闻了那香？您后来怎么解的毒？继续盯着那个人。顾朝生最近在监视着扶风阁，若无要事，不必联系我。是。谁？
怎么喝酒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二姐邀我一叙。今夜天气寒凉，夫君早些休息。为何造化弄人？在我刚知道同胞的兄长当年原来未死时，就得知了你已身死的消息，又让我再以为自己寻到所爱之人后，才知道他原来是何故不得殿，何以为家？原来因为我在，他连祭奠你都做不到。师父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，主上也不必再以师父相称。如今的我，也不过就是个守墓人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罢了，你根骨绝佳，我已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，天机门也算后继有人了。不过，你不要怨恨你的父皇，他在那个位置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又怎会怨他呢？你有多久没有真心的笑了？涟漪当年遇刺，与你哥哥一同离世。若是有他能陪你，你也不会像如今这般。虽然我也因涟漪的死也对他，但你父皇力排众议将你立为太子，本是想保护你，未曾预料，反而让你陷入了险境。他也因此假意冷落你，想以此来保全你。这里为何有座新坟？天机门无论嫁娶，同去同归。也不知我还能当几年这守墓之人。师父，你该走了。人这一生，何谓真假？真相与假象往往相生相依，只有你敢于相信，才能看到。莫要到了最后，追悔莫及。为师面容，心已细，银河一线，共此生。生离未遇，长相忆。夜梦频寻，影难成。
途多舛，各天涯。兄弟情深，似海家。幽冥何处寻无兄？星辰闪烁，泪点家。弟媳今日来与我同聚，不知所为何事？二姐前几日不是一直邀我一聚，只不过不知为何二姐会在这茶楼。是，这几日我想着为醉仙楼办一个重开大典，也在届时宣布易主的事情，这才想着知己知彼，提前到旁边这家店看一看。弟媳可要好好帮我看看。我本想着在当日献舞，不知弟媳能否指点一二？娱乐功底浅薄，怕难配二姐舞姿。谁说的？弟媳宿州一舞可是惊艳四座呢，不知我今日可有幸得见？宿州这样小地方的小事，都逃不过二姐的耳目。二姐真是让人惊喜。只是刚巧路过，见那家酒楼内热闹，便去瞧了瞧。不过那天沈将军也在，还真是很巧呢。二姐此刻还在忧心于我，不如还是担心担心自己。我怎么了？弟媳是怕我舞姿笨拙，当众献丑？二姐的舞姿自然是极美，只不过醉仙楼临时易主，本就古怪。前老板娘离奇遇害，她遇害又与我无干系，我这可是正当买卖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如今顾家这艘船本就在颠簸摇曳，此时二姐大办开业大典，若是为了吸引有心之人，你我今日一叙便已足够。弟媳的话我记下了，只是我很诧异，你竟会愿意这般提点相告。二姐不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？我哪有什么大礼？若是我这儿有什么能入得了弟媳的眼的，自可随意拿去。赠人以彼，是护身厚礼，还是图穷匕现？还是要看使用之人。弟媳所言的使用之人，是你，还是我？二姐以为杀手与暗探的区别为何？杀手需要武器，暗探不需要。武器会让暗探暴露身份。对于暗探而言，世间万物，乃至对手的武器，皆能为我所用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我之间，又到底是厚礼，还是图穷匕现？
主人，这首诗很少有人知道，是曾经一位诗人为悼念故友留下的半句话。明明未提及生死相别，却句句皆是山河万卷，美酒佳酿，无人与共的思念。你倒是有心了。大少主院里可有差人来？未曾。他倒是比我想的要沉得住气。按照主人吩咐，这几日我暗中跟随大少主，家主将他拒至门外，他又暗中去了玄机阁。只不过顾玄武也。主人料定他今日会来，是因为香囊一事，官府已经要查到他头上。他若是想借用玄机阁之力，今日我与二姐一叙，他自有意提起，在宿州曾见过我为沈将军献舞。那日任务隐秘进行，只有你我二人知晓。主人，天子任务隐秘，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提起，更不会做出泄密之事。起来吧，我自然是信任你的。前几日，扶风阁有刺客潜入，你被暗算后昏迷。在处理刺客时，你说听见了异响。是，属下当时神思混沌，但在与刺客对峙间，似乎听到了异响，就好像是有人在暗中相助。知道了。三少主夫人，衙门今日因尸体失窃一事差人来问，大少主让您过去，说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知道了。你留下便好，我去就回。你可知罪？那便要看大哥定我何罪。衙门里那具无人认领的尸骨，现在何处？既无人认领，我又如何知晓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今日你的侍卫在何处？今日药房新进了一批药材，我便差他去做了清点。若大哥有任何不适，我明日也可以让他去准备些药材补品，为大哥送来。清点。发生何事了？雨落呢？大少主来者不善，
将主人带走了，一切可能与三少主有关。发生何事了？雨落呢？大少主来者不善，将主人带走了，一切可能与三少主有关。你可识得这是何物？倘若这骸骨不是顾朝夕，为何要将其道出偷偷掩埋？如果顾朝夕已死，扶风阁里那位又是谁？你费尽心思进入顾家，就是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？只可惜，玄机阁虽掌控情报命脉，但却始终依附于顾家。且不说顾朝夕的死是否与你有关，倘若有一日父亲知道此事，你认为他会留你？大哥希望我如何？看来弟媳倒是识趣。我本以为要与你多费一番周折。好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想要玄机阁可以，但必须归顺于我。助我登上顾家家主之位，否则这玄机阁的主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是其他人。哼，你这是何意？三少主不能进，三少主。余洛只是好奇，大哥如今为何那么匆忙，唱这一出鸿门宴？你这是要反悔？如今人赃并获，这骸骨，无论是交给衙门还是父亲，骸骨？莫非大哥觉得这袋中装的是骸骨？我的夫君就在这里，大哥莫不是信了那些流言蜚语，手足不实？今日我也去了云崖寺，见官差发现了这香囊时，便觉得眼熟。后来我才想起，所以我便让玄清将其倒出，想着晚些将后续处理好，以免衙门怀疑到大哥身上。如此香囊，你竟用木盒掩埋，你当真以为别人不知你是何居心？听闻大哥被家主拒绝后，去找了顾玄武，这些人都是他借给你的。可大哥以为他拒绝帮你处理香囊一事，又怎会平白无故借人手给你，来挟制于我？人并非大哥所杀，大哥又为何如此畏惧衙门的调查？至于我是何居心，寺中发现了尸体，线索指向大哥，我为顾家，自然希望为大哥善后。只是我要调查清楚事情真相如何，也要清楚大哥是否是余洛应当搭救之人。我既能将香囊倒出，也必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只是权柄在我，就看大哥如何抉择了。日后便希望与大哥协作愉快。顾家如今局势难断，大哥难道一点都未察觉？你买凶冷言，借玄机阁之手杀婉娘，当真觉得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你借郎中之名，想试探顾朝夕是否识得那枚玉佩，可你又怎知那是不是寻常的郎中？
事到如今，大哥觉得顾家事还只是家事。大哥可以回忆一下，是什么促使你买凶杀人？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带李郎中为朝夕看诊？我没有买凶杀人，李郎中也不过是我担心三弟的身体。不急，大哥可以慢慢想想。今日时间也不早了，就麻烦大哥请人来清理好这些尸体。不过，希望大哥今晚还是可以睡个安心的觉。我不知道顾玄武对你承诺过什么，但是日后若你遇到他，还是绕路为好。夫人，侍卫并未回禀，大哥是否会有危险？危险？若能引出幕后之人，岂不是更好？这秦善音之事，你当真要管？我原本也未曾这般想，但夫君不是说过，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夫君如此慈悲之人，我又怎敢妄开杀戒？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慈悲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中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收益更大。只是，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既如此，当初又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又何必将自己困在这里？现在这一切，当真是你想要的？夫君以为我想要的是什么？自由。自由。夫君以为何为自由？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为何不让玄清与你同来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是吗？还是你从未相信过任何人？但今日你能来，我很开心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报！说，安排在大少主身边的人行动失败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是。夫君。
你上次比试的赌注还未说过，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夫君其实并非手无缚鸡之力吧？是夫人教的好。你昨日不是应用的很好？啊，情急之下碰巧罢了。当真是碰巧。不然，夫人你觉得呢？三弟，三弟真是好福气，弟媳这般美人，即便我是女子，也想将你娶回家呢。二姐说笑了，只是这醉仙楼，我已经打算再兑出去了。弟媳说的对，与其台前表演，我倒是更喜欢幕后关系。不过，我近日听闻了一桩趣事，半月前有位公子在醉仙楼买了几个护卫围堵自己。还有这样的事？我也觉得稀奇。不过，我听说此公子因此博得了一位美人的眷顾，倒也是得偿所愿。弟媳觉得呢？打死你！就你不识罪啊！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此等趣事，玄机阁都未曾听闻。二姐，真是见多识广。我自然是没有弟媳知道的多，不过如今是因为我是醉仙楼的老板，再加上用了些小手段罢了。尺寸合身，二姐有心了。哎，凤冠还没试呢，应该快到了。怎么会是你送来？在外面碰到的，便顺手带了进来。你们聊，二姐就不打扰你们夫妻和睦了。婚前相见，听闻不吉利。因我成婚多日，不过是补个仪式罢了。你需要我帮你完成婚典，那大婚之后，你有何打算？夫君呢？有何打算？朕曾经以为力排众议，立他为太子，是在保护他。可他儿时遭遇过多少次暗杀？朕后来又以为冷落疏远，是在保护他。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，朕对他视而不见，换来的却是他身亡的消息。那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伤害她？啊，陛下，陛下保重身体啊，陛下。单凭那群盗匪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玄机阁，对，让玄机阁去查，朕要知道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是，陛下。小宝贝，这一次就看你的啦，乖哦。我的计划是不允许失败的，你懂的。哎呦，
主人，已安置妥当。你差我趁昨夜你在大少主院中之时，将尸骨安葬。大少主院中和玄机阁都未察觉。还有何事？我遇到了另一个跟踪的人，此人武功浅薄，但轻功了得。我发现他的踪迹之后，费了些功夫才将他甩开。此人与上次的良医之人是同一人。嗯，是你，主人。知道了。主人，大少主那边，走吧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玄清无需离开，大哥有什么话可以现在和我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你当真会帮我？我不仅会帮大哥，日后商铺的事情也会和从前一样，不管顾家的家主是谁。云崖寺为君子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，还有那个香囊。这些货物皆是顾家的一份心意，寺中若有所缺，请尽管开口，顾家定当全力相助。大少主，斋宴即将开始，咱们该过去了。三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好端端的怎么别看了，熬着。是在寺里。这怎么有个尸体啊？大家快来看一下！死人了！别看了，熬着。端端的怎么死人了呢？
死你死的还真够不见。所以当日你在云崖寺，本应该在斋宴之上，却遇到了一个像朝夕的人。那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绝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进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，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，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，无意间听到的。家主，行动失败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的最后一丝血脉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玄武才找你投诚。自然不是，他们没发现我。听闻父亲要把你以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指给三弟，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根本就是要把顾家交给一个外人。所以，我去找了顾玄武。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们那日的谈话。二妹常年在外习读，四弟又是武痴，二人皆无心顾家事务。他是识时务之人，知道只有我才能助他夺回玄机阁，所以他选择归顺我。大哥所言的归顺，就是在你遭人算计时无法相助。大哥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就是他本故意说给你听的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最后一丝血脉。谁？只不过是风罢了。大哥无需烦闷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
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，所以才利用了你的弱点。出来！来人！追！是。李郎中是那日我听取，偶感风寒请来的郎中，带他去给三弟号脉，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契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言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主人可是要去2小姐院中？不急。主人既对2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2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，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他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他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，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
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，走。更深路重，莫要让夫君等得太久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天字任务？怎么会又出现已开启的天字任务？阿龙有危险！我本来以为这次的天子任务将会由你完成，没想到阁主竟然将它交给了我。那便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归来。你当真希望我顺利归来？可如今阁中传言，家主将重择阁主人选，你我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们3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任阁主。玄清，天子任务亦为天子任务，都是为当今圣上办事，何必分你我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家主为何会将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？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字所的第1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在你的第1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了我的死士。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
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阁？来到顾家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难道不是夫人带我来的顾家吗？如今玄机阁他这是要去哪？这就是夫君的问题。酒莫喝得太急。玄清的根骨极佳，而性格至刚易舍，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吗？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一直在玄机阁。玄机阁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这是我8岁的时候，将我迎来的馒头分给了另一个孩子。他为了夺取我手中的另一半，给我留下的。这是我12岁时，同出任务的人，在我为他挡下一刀后，却将他的刀刺向了我。这是我越级接天子任务，要在1炷香的时间内，从弟子组的所有人中杀出重围。有人在认输之后偷袭，还有这里，玄机阁便是这样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我是否有亲人在世。但若他们还在，又为何将我送到玄机阁？信得过之人，就连家人尚且如此。你觉得我应该信谁啊？又能信谁？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
往事流转，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映沧桑。你醉了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春意，过往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映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我不走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一，过往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父亲，2次天字任务时间离得这样近，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孩儿请求同娱乐一同前往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次的任务，谁说是要他去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过，带他和三哥。娱乐既是阁主的候选人，这天字任务不是理应由他前往？玄机阁的阁主候选人，不是只有他一个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别走！我不走。主上，他为什么要赶走那个侍卫？他现在身边不是正需要人吗？他当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个什么玄清？那个玄清虽然看起来头脑不太灵活，却难得是个愚忠之人啊。他并非不信，对他而言，玄清就像是与他经历相同，结局却不同的缩影。他放他离开，或许是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吧。但他连夜离开，看方向是去了您留下江南故居的地址，
需要我去？不必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夫人要查的是一只多方兽族，看来死人手眼通天，你先回宫里好生查他。是那条天字任务吗？对。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我刚好做了些点心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今日确实有要紧事来找二姐的。近日我核对了一下药房的账簿，发现药房每月有部分的药品去向不明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药品流向正是二姐的院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药品融合后含有毒性，若长期服用，足可致死。更巧的是，我将这些药品拿去请人辨识，药品融合的症状与家主极其相似。什么？弟媳的意思是，父亲如今乃是中毒之症？正是。父亲的病，父亲的毒与我何干？我擅长制毒，顾家谁不知道？想必那人也定是想以此将罪责推脱到我身上。不过，弟媳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四处去寻秦神医的。弟媳真是有心了，可比我们这些人都要用心。二姐既心中坦荡，不妨将绣下之物交与我看看。什么都瞒不过弟媳的眼睛，不过我的笑九泉毒性极厉，还是不要误伤了美人。我本就研习制毒，这件事顾家上下都知道。至于药材，药材的去向，弟媳何不去问问三弟？我自然是想问朝夕，只是朝夕听说我曾有一条随身携带的手链，便打听了样式，差人去找相似的，却得知这手链当中有一颗琥珀，来自南疆。若我没记错，二姐那时恰好在南疆修习医毒之术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日将这琥珀送回的人是我。二姐，又自己下棋呢？你不是说还有2个月才能回来吗？哎，此局并非是我一个人对弈，这盘棋还没下完。是你那位心上人？这是？你不是急着要一颗上等的琥珀吗？二姐，这是何必呢？派个人送来就是，何必亲自过来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能让我三弟魂牵梦萦的女子究竟是何模样。我听说父亲为你指了婚，如果你想，二姐可以顺便帮你逃婚，去寻你那位心上人。二姐，
说笑了。我可没有说笑。这顾家，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座屋舍，但你不同。10年前我炼毒九死一生时，顾家无一人发现，只有你察觉之后救了我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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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有事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若有人想伤你半分，不管那人是谁，我必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其实父亲并非不尽人意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我们相处。大哥、四弟、三弟，你还是太过单纯了。父亲以身体为名将你囚禁于这扶风阁，谁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？谁不知道这玄机阁是你母亲一手建立而成，他这次的指婚也必定不简单。大哥一直想要得到家主的位置，如今得知你要成婚的消息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四弟与你被指婚那人关系匪浅。若他当真与四弟情投意合，我定不会做那个拆散他们的人。你这人真的是，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倒是关心起其他人来了。二姐说的是，待他归来，我定会亲自问他。若他当真属于四弟，即使忤逆父亲，我也定会推了这种婚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是……无妨，我已然习惯了。既然我已身处这樊笼之中，又何必让他同受负累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人不是三弟。可我察觉你也在暗中探查消息后，我不也主动将查到的消息交给了你？那只是你的试探罢了。引我去查大哥，也是你的有意而为。你既知道，又为何还顺着我的心意去查大哥？还是说，我只是恰巧给了你一个去查大哥的理由？你既不愿说便算了，毕竟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也是除了我唯一一个关心三弟去向的人。不过，我原本计划盗走衙门的那具尸骨，却有人比我先行一步。盗走尸骨的人是你吧？那当真是……无论是或不是，真相总有大白之日。不过，家主中毒一事，二姐仍未洗脱嫌疑。嫌疑又如何？朝夕遇刺一事，你当真以为家主就能洗脱嫌疑？他明知顾家内乱，还将你指给朝夕，在他死后又顺理成章地将下一个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。恐怕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将玄机阁和顾家交给你二人吧？家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。阿洛，我听说了，父亲将天字任务交给了玄武。这天字任务
向来都是由阁主或代理阁主完成，怎么能交给玄武呢？玄武本就是玄字组的，理应成为候选之人。可你上一次越级请接任务，父亲就承诺将阁主之位交给你。家主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，若是父亲执意将任务交给玄武，我便去杀了他。四少主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是在意气用事。阿洛，你明白，若是你所想之物，我便会为你寻来；凡是阻碍你之人，我便会为你肃清。三哥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；他做不到的，我可以替他完成。夫人，夜里风寒，切莫着了凉。啊，四弟也是。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便当从未发生，四弟也莫要再提了。下雨路滑，夫人注意安全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？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候夫人归来。若我今夜未归，你便……我便在此处等待夫人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父亲，您既未收回命令，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请我收回命令？你该知道，她是你的三嫂，难道今日你三哥的提醒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您既已许诺将玄机阁交给于洛，如今又为何要反悔？爹，既然您对于洛不公，那我便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。根据玄武这几日的动向，他要探查消息的对象竟也是沈将军。为何2次天字任务的目标相同？
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今日我只要打乱玄武的计划，阻止他取得情报。小人有些事叨扰，还请沈将军留步。他们怎么会直接现身？不知壮士拦路，所谓何事？并非是我拦路，而是沈将军拦了不该拦的路。我拦了何人之路？将军要想知道，不如现在下去问问阎王。感觉如何？你们卑鄙！将军快走！你家将军中毒比你更深，所以躲在马车里，不敢出来。我竟然不知自己是何时中的毒，阁下好计谋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玄机阁的人吧？你不必知道。等等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，我的好同僚？不是说不关心我的任务吗？为上级办事不分你我，如今深夜前来阻挠，又是为何？玄机阁任务，何来杀人一说？哼，你接的任务还少，自然不懂。一派胡言！玄机阁只认阁主令和任务卷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去问家主。不过，也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去问了。若不是我上次的天子任务失手，家主又怎会将这交给玄子族的任务放权给下面的人？有毒！是你，小姑娘，你快走！你中了毒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要为了我枉送了性命。有没有毒又何妨？你不过是越级接下天子任务，还真当自己配成为阁主？区区地字组也配是我的对手？啊！主人，给我杀！玄清，玄清，玄清，主人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不走。玄清还是抗命了。江南孤居无人，小心有诈。玄清，玄清，玄清！玄清，玄清。
你不必难过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兄弟们，上！自己的仇自己报。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我这是来完成任务的。我看不到你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最近有官员离奇死亡，我从前不知，今日看到你这般行事，恐怕正是你暗度陈仓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正是玄机阁的任务。一派胡言！我今日便要为那些人，还有为玄清讨回一个公道。玄机阁有令必达，不问出处。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寻找一把刀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渐渐明白。我就是那把刀，扰乱玄机阁，让你围杀沈将军，究竟是谁？没有人，我的每一个任务都是玄机阁的任务，没有任何人指使。那你死吧！
现在就连你也不在了，你本可以无拘无束，远离这些是非。至少能留在你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我与他不同，是因为我的忠义都系于一人身上。顾玄武一死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。为了你，为了朝夕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怎么？我说过，我会在此处等夫人归来。可相思对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六道的轮回，才开膛吧。知透是非。云速退，我有愧。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夫君脖子上的伤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的。夫君不问我今夜去哪儿了吗？夫人想说之时，自会告诉我。夫人难道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本来是有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谢谢你。主上，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。那些刺客虽然着装相同，但是那些刺客虽然竭力隐藏身法，但看其刀法，像是军中之人。我查了他们的双手，老茧极为厚重。军营？去军中调查一下，近日可有亡故、失踪或告假之人，顺着这些线索查下去。是。哦，他的那个侍卫原来那天不是负气离开，而是快马加鞭赶去赶回，倒当真是个忠义之人啊。只是他去过江南故居之地，不知是否会回报给他对您不利的消息。你假死离开，不肯回宫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。我在苏州见过她，她是玄机阁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断不能让她离开。无妨。那日遇刺之后，我顺着线索查到顾家，便留下来探查。若当真玄机阁有鬼，如今的玄机阁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只是因为这样，
顾家新丧的三少主顾朝夕，与我的面容极为相似，见过探诊。他便是当年我们都以为死去的皇兄殷慈。怎么可能？新丧，他已经……难道当年的刺客真的是顾江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顾江、云穗，还有你的母妃涟漪，本就是同门。玄机阁更是你母妃和云穗共同创立。只是他们都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。涟漪嫁入宫中，你父皇当时并无实权。涟漪便利用玄机阁，为你父皇巩固地位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你父皇为了地位，还是娶了右相之女。后来，涟漪回天机门祭拜，途中不幸遇刺。快走！夫人！站住！别跑！三妹，我来晚了。阿慈，丽拉和阿慈在那边，快去救救他们！好，三妹。等我赶到之时，只救回了襁褓中的你。我当时不停地寻找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，可辜负了她的嘱托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牌。自从顾江接手之后，如今的玄机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了。有人欲刺杀你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死去的那人真的是殷慈的话，那他的死必不简单。刚才那个女人牵扯其间，也脱不了干系。你且记得，莫要让顾家任何人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为今之计，并非是亡羊补牢，而是要查到杀害顾朝夕的真正幕后之人。只是我们的人在顾府守了这么久，这次天字任务前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顾府。他们到底是如何接收任务消息的？我让你盯着的那人，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线索。有了今日的线索，想必你很快就会查到。去吧。是。现在想来，醉仙楼老板娘出事当晚，朝夕也在附近。可我隐约觉得，似乎有人一直想引我去查。如果这几起意外当真是玄机阁所为，看来有必要再谈一次玄机阁了。哎，今天怎么不见玄武大人？出任务去了，现在还叫玄武大人，等他回来，说不定得改口叫阁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
夫人，夫君，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，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阁中养伤，怎么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夫君这般不避讳，就不怕我叫人来吗？夫人若是不怕人来，恐怕也不会穿这身行装。况且，我想夫人应该不舍得我被抓走吧？那也得看谁先拿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日在玄机阁的人是你。暗中帮助玄清的人，也是你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有人接手安阁，给我追！是。夫人可愿信我？夫君以何身份问我？我知夫君不愿相告，但我亦不希望无辜之人牵扯其中。若你是朝夕，是我当初带回投奔远近的书生，我便断不会将他交给你。但我探查过沈将军过往，沈将军一片赤胆忠心。若说朝中有人可解此局，我只信他。你若是以沈将军幕僚身份前来，便是我要问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若为夫人，万死不辞。玄机阁天子人物，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。我检查过房间四处，没有暗门，从外面看，也始终没有人进入或打开密匣。既然无法从外面拿走东西，说明机关还是在密匣之下。若这东西是从地下被人偷偷拿走，或许一切都可以说通了。打通这个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，而且还不被人察觉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起。早去。早回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六道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浊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跌宕此场相陪。
风雨泪，你笑凄美，痛如刀割我心扉。问望两枝梅，生而何罪？笑声佛显微，已无悔。似剑悲，3000泪，为你醉。怎么约我来这里？这里人多眼杂。我托大哥找的人，可有消息？找到了，那几个乞丐偷了一户人家的东西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。我已经命人将他们好生安置了。不过，你找几个乞丐做什么？小心点儿，给我玩。大哥常年走商，人脉广博，玄机阁都未找到的人，竟能被大哥找到。你约我出来，就为了这个？自然不是。这几个人，大哥可要好生保护。云崖寺的事情，我也为你洗脱嫌疑，将斋宴上盗走你香囊的人交给了官府。这些事情，让你那个下人来通报一声就好。为何约我来这里？玄清不是下人。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，今日你约我出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今日有杂耍团表演，逢年关将至，街道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听闻晚些会有打铁花表演，大哥可想和我一起看？那些都是四弟喜欢的东西。你约我来看烟火？三弟呢？这几日怎么没见到他？哎，那边打铁花快开始了，走走。哎，行，这个好事情。赶紧赶紧。大少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拂柳影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游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，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归期。琴弦悠悠，思如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春忆，过往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
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躲另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夫君此行可还顺利？我已将东西送到沈将军手中，相信不日内便会有好消息传回。夫君对幕后之人可有猜测？不急，夫人可以先收网，毕竟卷轴牵扯出来的幕后之人，恐怕也并非主谋。哦，我离开的这几日，夫人过得可好？怎么我刚一回来，便看到这么一幕？夫君不是早已经猜到了吗？至于戏好不好，还不是得看夫君。大婚之日将近，夫君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在下身体羸弱，还是要仰仗夫人你的保护。夫人为何突然这么着急引蛇出洞？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也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享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我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洛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与阁主大人有关。谢仙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。若你想看打铁花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
夫人，早些回来。我去就回。夫君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无论这家主是否是幕后之人，你都暂且过了他这一关。我会在这扶风阁好好等你回来的。待我归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日。夫君，你可要好好做准备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于汝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去寻玄武了。本来还想和他商量下大婚的细节，父亲怎么这个时候差他去办事？无妨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会告诉他，而且来找过他。三弟也真是沉得住气。如果玄武当真完成了任务，必定会动摇于洛准阁主的地位。难道三弟就不想为他做点什么？二姐觉得我该如何？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重要。而你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又凭什么只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对一切唾手可得？什么时候？只是小酒泉。不，我怎会让你含笑九泉？这是比笑九泉毒性更烈，此毒无药可解，会让人浑身痛苦而亡的毒药。它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让你痛苦至极而亡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会回来？不管你活过来多少次，我能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得了第二次。第二次？是啊，从前那个就是被我所生。是你，狼坑。对，是我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值钱，这是给夫人的。夫人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狼坑！我把他丢进狼坑，亲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。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回来？可惜，我本来就没走，就为了将你引出。你没中毒？自然。若是你有意悔改，那这杯中下的只是迷药，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只是可惜，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将手足丢下狼坑，看着惨死。你在其后得知大哥也曾买凶，便动了清理杀手，将一切推向他的念头。只是可惜，你不知道他买凶时也曾被人看到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没想到你兜了这么大一圈，竟是想将这一切栽赃在我的身上。上！我身上的毒就是拜他所赐，你当真要护他至此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？温霜。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2日前。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洛，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。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，
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爆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，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哪里不如他了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花灯，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见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戴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啊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此地一片真心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我要的是握在我手中的刀，而并非依附旁人的权势。玄机阁的天子任务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家主的毒，是不是你所下？你与顾玄武有何干系？我没有给父亲下毒。指使你做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？我如果不说，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忘不了我？天子任务一事，想必已见分晓。那个幕后之人，何总管，请吧。
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，你究竟是谁？昨日锦衣金不带，一朝风月梦云飞。忠心何处求申诉？冷眼旁观命已非，铁链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，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未可为。原来他将我支开，是为了把一切都嫁祸到我身上。你能亲眼看到他自食恶果，真是可惜。同是顾家人，就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了吧。哟，大哥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你买凶要刺杀三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好了，没想到一个宦官竟如此大胆，屡次假传天子卷轴，陷害忠良。如今他揽罪自缢，幕后之人恐怕很难再浮出水面了。大哥不必这般看着我，有话直说便是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你这是易容？算是受沈将军之托，前来帮助顾家查清内患。如今局势，各位如何打算？是否需要我帮衬一二？如今情况复杂，既然这位官爷已经清楚，我们顾家没有儿媳，还希望能够为我们证明。只是，这些都是顾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插手了。雨落，昨夜过后，我想了很久。从前，我总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却忽略了顾家这宅内的亲情。我原本以为，几个弟妹之中，温霜算是与我最为亲近之人，没想到却……你说的对，如今顾家已成了众矢之的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三弟和四弟都……从前是我太过狭隘，经历了这些，如今我只想将家产散去，多留江南的部分。带着大家远离这些是非。大哥觉得事已至此，即便牵制江南，顾家还能全身而退。可如今四弟和何总管都死了，我们如何找到幕后之人？若一日找不到幕后之人，那我们所有人岂不都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大哥可否还记得云崖寺下的那些猎户？云崖寺因大雨坍塌，众多商户前去募捐。但那场大雨同样祸及山脚的猎户，很多人清楚，也有很多人不清楚。但为其送去粮食、帮忙修缮房屋的人，却只有你。云崖寺的善是善，猎户村的善也是善，
但区别在于，前者的善有利可图，后者的善自有心证。那也是我对大哥印象改观的开始。我对顾家来说，仅是外人，但大哥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，顾家既在风波中，便再难全身而退。一旦顾家退，那真相将再难浮出水面。未来会有更多人因此受难，那又怎是大哥希望看到的？但既然那人千方百计想夺取顾家与玄机阁，那我们便可请君入瓮，将一切终止在这里。我现在竟然觉得，顾家，不，即便是玄机阁，对你来说都并非成就，而是埋没。从前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该是取意沉鱼落雁，如今看来，该是西风林叶吹鱼落，飞过前滩看水流。你的谋略和才智都让我感叹，金鳞岂是池中物啊！他当真可信？若他就是谋划这一切的幕后之人呢？幕后之人，既能让何总管畏罪自尽，必定位高权重。我心中隐有猜测。是谁？我一直在想，幕后之人如此了解顾家，定然与顾家人有所接触。再加上之前有很多尚未查明之事。大哥曾说过，为朝夕看诊的郎中，是大哥听取偶感风寒随意寻来的。那日你听取时，只有自己吗？听取那日我是和……看来，夫人对这幕后之人也有怀疑。夫君呢？明日大婚，大婚自然如期举行。夫人难道从未怀疑过，我就是那幕后之人？自然是怀疑过，但是你的几次舍生相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本是不愿意说这些的，但玄清的死，让我想明白，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从前我便想着，等到三弟娶妻，定要为他与他的娘子良做喜服。只是可惜，三弟没能穿上。即便是你，也未能与心爱之人同穿。这件喜服很美，你喜欢便好。
大哥。可想好了，出了这道门，便再无回头之路了。大哥与顾家上下，皆为天下百姓忧虑，放弃了全身而退的机会。余洛何敢推荐？该我们感谢你才是。有你是玄机阁之幸，亦是顾家之幸。等下，无论是顾家还是玄机阁，都定会全力护你。如此便，多谢大哥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让新郎久等了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苍苍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苍苍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一拜天地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二拜高堂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等一下。你这是谁啊？先说呀。
何人敢在大婚之日闯我顾家？来人！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顾朝夕，我才是顾朝夕。是他，在城外围剿，并且将我丢入狼坑，甚至用剑毁了我的容。这吓人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此人狼子野心，却没想到他竟以此顶替了我的身份。被丢下狼坑，衙门那具尸骨难道也和顾家有关？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呀？倒是真是！什么事儿啊？我三弟就站在这儿，将这个恶意扰乱大婚的人带下去。且慢，大哥，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你是三弟，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那日我与三少主原本在等准三少主夫人回来，谁知三少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竟不听劝阻出了城。阁下何人？正是在下邀顾三公子一叙。上。就是他，劫持了三少主。为了救回三少主，我假死后跟在他们身后。我看见他毁了三少主的脸，将他丢入狼坑。如果不是我趁他们离开，及时救出了三少主，恐怕……只是没想到，此人竟心狠手辣至此，想以如此手段杀害三少主。这段时间，我几次命悬一线，支撑我挺过来的，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人祸乱顾家。想证明我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很简单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三少主身边，细节的问题，我一问大家便知。当真是你？小七自小就跟在三弟身边，我早就怀疑你有问题。如今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可惜只差一步，未能和夫人立场。你究竟是谁？来顾家又是为何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什么都不愿说。我无话可说。你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骗我，从醉仙楼开始，你刻意的接近我，我给了你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还是不愿意说。夫人，当真不愿信我，那好。殿下，跪下！传我口谕，任何人不许对他、对顾家人有任何的追责。殿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昭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会魂时。殿下。
我们走。一画一笔，这一点一滴，慢慢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谋一份差事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，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助你10分相似。怎么是你？夜里风凉，于是我便来送医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。夫君，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此时此刻将永恒编织。夫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这是打算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夫君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问的太过清楚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？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一首情诗带我们重拾。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那他说求我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浊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雨泪，你笑凄美，痛如刀割。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自卑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受益更大。只是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你我涓涓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，你可识得我的心？我不走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，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待夫人归来。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家中养伤，怎会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
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早去。早回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你我见证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，你可识得我的心？小七和那位三少爷已经按照戴阁主的吩咐带下去安置妥当。知道了。戴阁主可还有吩咐？下去吧。这扶风阁内大婚的物品可要清理。不，你帮我看看下个吉时是什么时候。是。夫人，当真不愿信我？那好。玄清，夫人，我之前想要送你的手链还在吗？三少主有何指教？没想到，只是与你暂别的这段时间，回来后，竟是这般的物是人非。三少主不必多想，我已差人重择吉日，与三少主再行完婚。我如今变成这番模样，你还愿意与我成婚吗？自然。难道三少主不愿与娱乐成婚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三少主莫要担心，你且回去安心养伤，待到重定吉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时。戴阁主大人，你可曾见过玄武大人？未曾。是未曾，还是不愿意提起啊？戴阁主为了阁主之位，越级从众兄弟们中杀出，竟然连新婚夫婿都可以杀害，当真会放过与你同为对手的玄武大人？戴阁主果然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罔顾同阁之谊啊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难道不是玄机阁教我们的？你们称我一声戴阁主，如今至于我，便是至于玄机阁。至于越级，或者嫁给谁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呢？可有自己的选择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少主夫人又要大婚了。嘘。
毕竟家主答应过，只有2人完成大婚，才能将玄机阁交给他。他就这么想做玄机阁阁主啊？前些时日，我还见他与那位浓情蜜意，没想到转头就……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玄机阁和顾家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大胆！将这2人杖责20大板，赶出府去。我顾家不需要这样背后嚼舌的下人。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大少主，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听说你在看下个吉时，你当真要与那人？我本就是被家主指给3少主，如今他归来，婚事自然是要继续。可是下个吉日在半月后，你可以……已经过去了3日，我等不了这么久，定在3日之后吧。为何这般着急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会婚日。3日的时间，重新量制喜服都不够。无需重置。可你那喜服染了血迹，随便采买一套便好。你当真想好了？自然。三弟，我是说，与你拜堂的那位，他……我不知道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你当真考虑好了？是。三少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夫人怎会在此？
三少主，三少主夫人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大喜之日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把二姐送的珠钗落在房间了。只是珠钗而已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也是发现你忘了带珠钗，夫人先行过去，我这就去取。如此，便有劳三少主。三少主，吉时已到。主人，属下幸不辱命，已将玄机阁阁主令牌带回。呈上来。是。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小的这就去看看。啊！报告主人，戴阁主，三少主不见了，房间被翻得一团乱，暗格也被打开，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暗格内放了什么东西？阁主令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，不认人。你们好好想想，阁主令现在在哪儿？今天谁敢拦我，三少主回来必杀之。之前怕破坏大家的计划，我并未点名。回来的是不是三少主，我不清楚。可你，绝对不是小七。小七曾因院中月凤顶撞过我，那时我本想施以鞭刑，却无意在他耳后留下了一道伤疤。可那日我无意中发现，你的耳后什么都没有。放任盗窃者逃离，以令牌为尊，对其俯首称臣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玄机阁笑话？哼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既然阁主令易主，那么谁持有阁主令，玄机阁就是谁的。此刻，阁主令就在我主人手里，识相的，给我让开！何总管走后，我如同被断了手脚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收复玄机阁与顾家后，也需要有人打理。日后便由你。不对，
那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玄机阁阁主令乃玄铁所制，怎会如此轻？属下不知。混账！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玄机阁死事只认阁主令，不问缘由。倘若一日阁主令当真落在有心之人手里，难道我们就当真可以作为他们手中残害忠良的刀刃？但现在他在你的手上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玄机阁的阁主。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我和你们都一样，自小在玄机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每个任务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知明日又会在哪儿。我们都只是阁中按照轨迹旋转的齿轮，是任何人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我曾问过自己无数次，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是自由？是权柄？不，都不是。我想要的是知道我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是寻找我心中的道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为自己而活。即便这条路是一个人独行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也能找到自己的道。你没死。皇兄是觉得我该死于城外的竹林，亦或是前几日的大婚？果真是你！这么多年来，皇兄对我的照拂，这份情谊，我该如何回报？只可惜这刀剑无眼，皇兄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。你竟两次假死骗我！皇兄难道觉得易容幻音这种伎俩便能骗得过玄机阁？你为了瞒天过海，不惜将那个人毁容？还是说，你以为何总管死后便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吧？何总管跟着父皇多年，做事极为谨慎，从来没有人发现他与你的母后，亦或者是右相，应该是与你的外祖父交情甚密，甚至在死前还毁掉了秘密传信的灵属的暗道。只是可惜了，这百密一疏，天字任务传出，灵属未归，恰巧躲过了一劫。不过是一只老鼠罢了。玄机阁天字任务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出。我们重新挖开了通道，顺着灵属找到了右相府邸。无论是顾问霜、何总管，
亦或是右相，都将你保护得很好。我手里没有关于你的证据，只能以退为进，引你入局。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没用的，我的人随时潜伏在他身边，烟火为令。如果你还在意他的性命，现在就放了我！我的好弟弟，你为何会如此在意他的生死呢？明明你该跟我一样恨他的吧？你的母后之死害你这么多年，形同被废的境遇，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啊！若我今日与他同死，即便你继承了大统，又怎么能堵住悠悠众口啊？皇兄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在乎他的生死。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皇兄疏于管教，我又无法替父皇管教于你，只能请你去皇陵，跟你的母妃好生陪伴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带下去。我还没说，我没说。殿下，陛下那边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人这一生，何为真假？莫要到了最后才追悔莫及。陛下小心！护驾！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，护驾！护驾！把他们拿下！小心！小心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之前体内的余毒未清，如今又中了暗器上的毒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和你的母亲真像。你的母亲云穗
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她一手创立了玄机阁。拜见阁主。自那时起，我便为她倾倒。只可惜，她爱上了秦宇恒，可秦宇恒却为了家族娶了别人。云穗与他恩断义绝之后，他才发现已经怀上了你。他伤心欲绝，我想娶她，我想给她一个名分。没想到我二人的婚事让秦宇恒被心魔所困，他走火入魔，将自己满门禁书屠戮。我赶到丞相府的时候，那里已经血流成河，只剩他一个人。是我杀了他，的确是我杀了你的父亲。后来入宫的涟漪出事，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便是顾朝夕。那时候云穗刚生下你，我们知道宫中生变，为了保全涟漪的孩子，他忍痛将你留在了玄机阁，将涟漪的孩子以自己孩子的名义带回了顾家。我们不是没想过要秘密探查，但因为玄机阁自身传信的隐秘，再加上宫中封锁消息，前去探查的云穗，他最终是我对不起他。昨日之事，就当是对这些年的一个了结吧。玄机阁护驾有功，追封顾江为永安侯，顾家长子可世代袭承爵位。谢陛下。没想到殷焕竟多年以来处心积虑，如今更是罔顾父子之情而战，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。将他与右相一起交给律审司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周儿，你可想要什么赏赐？你方才所言，可当真想好了？是。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答应，但想娶她，朕不能同意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此间之事已告一段落，刚好玄机阁在江南的布局有变，我去看看。你没有随我们入宫面圣，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那个人的身份？后来入宫的涟漪出事，我没能救下他，只在刺客的手中夺回了被带走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顾朝夕。既然已经知道朝夕是谁，那他的身份也不难猜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大婚那天便是你们二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他没死，还是说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了你，所以
那日事发突然，我想着将计就计，用阴阳2生匕首让他假死。可是那匕首只会伸缩，若刺入后不流血液，那必定会暴露。所以我想划破自己的手掌，混淆视听。但他……我的确一直在告诉自己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可我没有受伤。我也不确定，他有没有将匕首上的宝石按下。可能这就是关心则乱吧。现在一切回到正轨了，也好。父皇，为何非要阻止这门婚事？当年你与母妃不也是力排众议才走到一起，还立他的兄长为将军？可我到最后也没能护得住他。你若当真要力排众议娶她，就要想想是否能护她一世周全。可你们2人不是已经拜过堂？大哥慎言，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。他终究是太子，而我……如今圣上已封我为永安侯，若你需要一个入宫的身份，我永安侯府便是你的后盾。大哥不是最不希望卷入是非，甚至想过散尽产业，为何答应这样的恩典？你若想去江南，我正好可以将京城的铺面全部清算，随你同去。但倘若你想入宫，永安侯府会永远是你的靠山。原来你我多日的恩爱，对夫人来说，也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大哥，在下不才，也算是帮衬过夫人。夫人之前承诺过，若是我有想问的或是想做之事，尽可跟夫人说。是。为夫家中有些棘手之事，不知夫人可否帮衬一二？何事？我有位心上人，可是他却诓骗我与我的大哥相知相恋，此事让我甚是烦恼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是大哥告诉你的？那日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但是顾江……家主始终觉得已无法重回师门，我与大哥商议，将他的尸骨送回天津门。至于当日我为何会潜入宫中，难道不是你说7日后动手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未婚时。我与夫人说过，若再离去，定告知归期；若再远行，定能告知归期。阴谋此生能遇到如此聪慧之人，若是不能携手，定会抱憾终生。我与夫人在扶风阁中还有一盘残局未了，夫人教我的招式我也并未完全学会。既然夫人家中之事是由大婚结束，那我的家中之事就由这大婚而起。至于我的家事有些复杂，在大婚之后，我再一一和夫人细说。夫人觉得可好？我自是想护她一世周全，但她从不是我需要保护之人，而是足以
与我并肩之人。那夫人可愿相助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在指尖印的线，我在凝